你一睁眼竟回到丧尸病毒爆发前7天，可你不确定这是不是梦。假如真的是死亡重生，你记得今天有个浙江的彩民中了5.99亿破纪录大奖，而且樱花国休眠火山喷发，果然这2件事都上了热搜。你慌极了，你真的重生穿越了。前世丧尸病毒爆发的场景仿佛还在眼前，没过几天就摧毁了所有的社会秩序，而你自己也是躲在家里活活饿死。这一次你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掐指一算，还有7天丧尸病毒就会爆发，时间紧迫，赶紧去了楼下的彩票站，因为在前世这个彩票站第2天有人刮出150万的大奖，你花了2万就包了店里的刮刮乐，买完立即就给爸妈打电话，就说家里装修需要人手。前世病毒爆发后，手机就没了信号，你到死都不知道父母的死活。无论如何，这次一家人都要整整齐齐，还让爸妈来的时候多带点乡下土特产，无论是腌菜还是腊肉，有多少拿多少，就说你想吃了，还担心自己考虑的不周到，特意把需要做的事记在手机备忘录里。你是个视频博主，平时工作就在家里剪辑视频，1个月也能赚个小几万，靠自己在偏远郊区买了一套顶楼大平房，便宜而且面积够大，现在可算派上用场，能大量囤货了。看了眼存款，买完房还有50万，还好当时没用全款，12万首付就搞定了。丧尸病毒爆发后，房子是最不值钱的，加上刮的150万，总得有200万，算上爸妈的存款和养老金，总共能有个280万左右。在病毒爆发前的7天内，你要把这些钱全部花光，囤积各种物资。首要任务是改造房子，先要加固窗户，直接换成钛合金的，整个焊死，再找施工队装上造字，末日来临，人心叵测。接着你又花了20万重金定做了一个2米厚的特种钢大门，别说冷兵器或者子弹了，就算小型炸弹都是挠痒痒。房子加固完，接着就得去囤积各种物资了。恰好附近有个超大的仓储式超市，直接租了8辆大型货车，连车带司机，一共是1500一辆。先是冷冻的包子、饺子、牛排、羊排，甭管什么品牌，全都拿个500袋。酸辣粉、泡面，每种也来个500箱，再来500箱矿泉水。仅仅这类保障基础物资，你就豪气的装满了5辆大货车。一下子买这么多东西，你担心会引人猜忌，所以货车都挂上横幅，写的是支援某地物资，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你叫驾驶员先把货拉回去，然后你又开始买主食。大米120斤一袋，你买了100袋。3口之家按照1天吃1斤大米来算，100袋大米够你们吃上30年。土豆、白菜这种便宜又能放很久的，每种都再买它个5吨。发电机一定要准备，直接买个8台备用。回到家后，爸妈已经来了，看到你买了这么多物资，人都看麻了。你本来准备撒谎说是援助物资，但转念一想，反正迟早要告诉他们，干脆直接告诉了爸妈真相。爸妈听到你说自己是饿死在家里的，心疼的哭了，不但相信你，而且老爸作为退休老干部，更是展现了强大的统筹能力，说你买了那么多速冻食品和冻肉，需要一个大型冷库。正好你是顶楼，你爸干脆找施工队在顶楼造了个100平米的冷库。老妈也有超前意识，仅仅是这些物资总有吃完的一天。既然你喜欢吃鸡，就养点鸡，还能下蛋。结果被否决了，说养鸡会叫引人耳目，而且还要配篮球。于是，一家人一合计，那就养鱼，就在冷库的上方搭一个100平的鱼池，下雨还能接满雨水。忙完了这些，你和爸妈准备休息，可忽然间响起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丧尸病毒爆发前，你用所有财产购买物资囤在家里，又把你爹妈从老家接过来，全家人守着满屋子的物资准备休息。然而深夜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吓你一跳，2米厚的金属门外你装了18个摄像头，你从监控看到门外是一个身材很哇塞的靓女，你怕是病毒提前爆发，就在门后和他对暗号，给你鼓声做玩笑，爱你不跪的模样。于是就放心开门，问他有啥事。上前一看，居然是个小有名气的演员。他看上你的房子，你搞不清状况，于是随口说1000万，想让他知难而退。没想到他爽快的给了300万定金就走了。虽然有点蒙圈，可白给的钱哪有不要的道理？反正没几天丧尸病毒爆发，到时候钱也没用了，白拿300万。忽然灵机一动，赶紧号召爹妈把所有金融平台撸了个遍，所有卡都给他刷爆，7大姑8大姨的钱都借个遍，反正他们也用不上，直接搞到800万。这笔钱可有大用处了。前世你要是有点像样的武器，也能出门找点吃的，不至于饿死在家里。先搞300把长柄的电棍，再来300把大骨头，800米射程的强化弓弩也买上500把，配上金属弓箭3万支，足足装满了3辆大货车，拉回来堆在天台上。你爹一脸坏笑的跟你要了300万，说他有特殊渠道搞一点重武器。你一看，原来老爹还有这能力，眼看丧尸还有6天就爆发，你要赶紧把这个安全屋的能源系统完善起来。只靠发电机肯定不行，汽油也总会用完。于是找了专业公司定制高性能的太阳能板，又花了40万把整个天台铺满。丧尸病毒爆发后，看病就别想了，各类药品都要存一点，什么感冒药、止痛药都备一点，
特别是维生素、抗生素的，能买多少买多少。丧尸病毒爆发后，一片抗生素都能救一条命。老爹就是经验丰富，他搞了一个雨水循环和过滤系统，这样用水问题就解决了。老妈提议蔬菜也有吃完的时候，于是买了200麻袋的各种蔬菜种子，反正天台面积够大，到时候都种上。前世丧尸爆发后，下水道就被全面堵塞，所以下水管道也要改。于是找装修公司建了个往外延伸的厕所，上厕所排泄物直接高空掉下，都不用水冲，节约水源。丧尸病毒爆发倒数第5天，你又下血本去买了一辆 6.0T 12缸的防弹越野车，停到隐蔽的地方以备逃生的时候用。回到家发现老爹已经提前把楼梯的门给锁上了，防止丧尸从楼道上来。这才跑过去2个什么玩意？爹妈怕无聊，买了成堆的书，你就把笔记本、iPad、手机全充满电了，还提前下载一堆音乐和电影，你觉得还少点意思？于是下载了几十个 TB 的学习资料视频，又买了一台跑步机放客厅。在这世界末日，一定要有强壮的身体。之前要买你家房子的女演员，竟然在电视上呼吁大家多囤点物资，让你很是奇怪。丧尸病毒爆发的倒数第4天，各地都开始出现莫名其妙的伤人事件了。你打算在家里隔出一个2楼，装上爬梯，然后2楼就作为安全屋，因为丧尸可不会爬杆子。没想到你刚带着施工队回到家，竟发现家里出了意外，眼前的一幕差点没让你气绝身亡。你在家里囤满了各种物资，什么吃的、喝的、药物、武器，不计其数。你们3口之家用到下辈子都没问题。丧尸病毒爆发倒数第4天，你带着施工队回家，准备搭建安全屋。表弟一家子竟然在你家里，还躺在你准备的零食堆里，而且还嚷嚷着：“你们这里都是好吃的，我要住上个半年1年的。”你和你爹都没给好脸色，老妈却是笑脸相迎，热情的款待他们。你脸色一沉，就把老妈叫到边上，问这是咋回事。老妈说她的亲戚就剩他们一家，世界末日来临了，于心不忍，于是就擅自接他们来家里了。你苦口婆心地说，在前世丧尸病毒爆发后，最先死的就是心软的那一批人。虽然知道老妈只剩这一家亲人，可是表弟他们却有其他亲人，而且表弟一家子都自私得很。丧尸病毒一爆发，这么辛苦才搭建起来的安全屋就毁了。老妈也明白自己做错了，没再说什么。于是你给了表弟一家3万，叫他们出去游玩，还把他们打发走。你只是平凡人，管不了别人，你只想自己和爹妈能在末世中活下来。搭建完2楼安全屋，你又让他们把邻居家的墙砸通。你之前咨询过物业，邻居家是买房投资的，没人住，于是你就租下来改造成仓库，保障生存的食物你已经准备足够多了，那么邻居家就全都放零食，就算世界末日来了，也要有品质的生活嘛。什么牛肉干、猪肉脯来个100箱，辣条搞个50箱，面包、饼干不管品牌都也买个100箱。你想到有些食品会过期变质，你还特地托关系搞到1车的军用压缩饼干，这种压缩饼干1块就够1个人饱餐3顿的。看着账户里还有400万，于是把所有外墙面都嵌上1米厚的钢板。你又去菜市场买了几10袋肥料，到时候种菜收成也能有保障。丧尸病毒爆发倒数第3天，你在睡觉，忽然被吵醒，原来老妈在看电视。你想到应该要把隔音墙做起来，不然你们的动静迟早会被外面的人听到。全屋的隔音做完后，你试着在家里来回跑拍篮球，外面听不见一点声音，这花的30万值了。忽然想起来，在前世你发现声音能吸引丧尸，于是在小区里都装上蓝牙音响，到时候用来引开丧尸。国产牛货大疆无人机，你一口气采购了800架，全用分期，愣是没花1分钱。担心末日来临后天气也许会反复无常，什么毛巾、浴巾、床单、被套又都买了50套，再搞个8台烘干一体的洗衣机。忽然手机推送紧急新闻，日前发现狂犬病变异病毒迅速在动物中传播开了，专家提醒近期不要带宠物出门。你心里一惊，该来的还是来了。前世丧尸病毒就是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你无聊刷着短视频，忽然门外传来敲门声，原来是那个女演员过来找你，并且告诉你她的真名叫柳飘飘。我养你啊！然后找直升机调来一个集装箱，放在顶楼天台，四周加了锁，警告你不准打开。你心想，不管怎么说，拿了人家钱，等过几天病毒爆发再打开瞧瞧。丧尸病毒爆发倒数前2天，万事俱备，只等病毒爆发。你和爹妈都守在家里不出门了，结果2天过去，屁事没有。你爹这个时候都想把你宰了。突然老妈一声尖叫，似乎看到了什么，双手颤抖，惊恐地指向窗外。全家人的积蓄被你花光，建造了一个安全屋，和你爹妈提前2天就守在家里，结果到了第7天，屁事没有。你爹正打算把你废了的时候，老妈突然惊恐地尖叫一声，双手颤抖地指向窗外。突然电闪雷鸣，乌云密布，数不清的乌鸦聚集在天空中，黑压压一片，疯狂的相互撞击，纷纷掉落下来。往楼下一看，街上的井盖都被顶开了，跑出来大量的老鼠冲向路人，那些人被老鼠咬了后就倒在地上，街上的行人四处逃散，疯狂的尖叫奔跑着。电视上专家还在辟谣，说是由于异常天气导致动物集体迁徙，还请广大居民注意保暖。
你有这么浓密的腿毛，暂时就不用穿秋裤了。要买你房子的女演员柳飘飘给你打来电话，要把尾款给你，然后立马交房。你肯定不会把房子给她，就说自己在出差，过几天回去再联系。可他说都看到你家昨天晚上亮着灯，你忽然想到晚上不能再开灯了，免得别人知道你家有人。到了下午，城市里就开始失控了，街头上被的动物咬伤倒地的人逐渐变成丧尸。你站在邻居的阳台前，一边吃着辣条，一边用望远镜观察着，看着存款剩下280万，再不赶紧花完就变废纸了。你又买了各种的健身器材放在邻居家，再把发电机都安装好，准备足够多的汽油。剩下的钱你全部拿去定做全身防咬盔甲，特地用碳纤维定制，又轻便又坚固，丧尸咬上来都能把牙齿崩掉。结果厂家出价8万一套，还得等上10天半个月。你说一套出20万，今天就要，结果当天就把10套给你空运过来。前世就有这种盔甲队伍，20个人能灭掉一个城市的丧尸。到了晚上，不断有动物伤人事件发生，电视上的专家一直呼吁大家别出门，可还是有不听话的2个小伙子在小区里打篮球。这时候球场里跑进来一只鸡，追着篮球啄。现在鸡也会打篮球了吗？然后他就被鸡啄了一口，直接倒在地上。另一个人还嘲笑他，你个渣渣连鸡都打不过。结果他也被咬了一口，应声倒地。没过一会，2人就变成了丧尸。这时突然小区管理员给你发来视频通话，你觉得很奇怪，平时都是发文字信息的，你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换成了语音通话。管理员问你在不在家，他要统计小区的人数，但是他今天为什么要发视频聊天？你敢肯定你们家被人盯上了？你说你不在家，出差在外地呢。挂了电话赶紧问爹妈，这2天是不是出去过？老妈点头说没带多少衣服，所以出去买了几身衣服。你说咱们家被人盯上了，这几天窗户都别开，夜里突降暴雨，外面风雨声还夹杂着呼救声，可是你毫无办法。丧尸病毒爆发的第2天早上，你被吵闹的说话声吵醒了。你走到客厅一看，当时就惊了呀，居然有个不认识的女孩，20出头，长相甜美，还在跟你爹妈聊着家常。你瞬间火冒3丈，大声质问爹妈怎么回事？这么危险的时候怎么能把外人带进来？爹妈让你放心，他们是从楼道走下去的，把人带上来以后重新锁上楼道门了，没被人发现。看你放心以后跟你说这是小时候定的娃娃亲，本想让他过来你俩见个面的，但没想到半路会遇上丧尸病毒回不去了。人家妹子都来了，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经爹妈提醒才想起来你俩小时候经常一起玩耍。她叫安琪拉，她被楼下的丧尸吓坏了，也看得出你不欢迎她，所以走到你身边，悄悄地说到你小时候说过要娶我的，还算不算话哦？看到她娇滴滴的样子，你也心动了。前世你到死都是单身狗，瞬间也脸红了。结果一低头，你被吓得瞪大双眼，全身发抖。她的手臂上居然有几道抓痕，而且都已经黑到扩散开了。你重生归来，建造了安全屋，家里囤的物资8辈子都用不完。你安全度过了病毒爆发的第1天，却没想到在病毒爆发的第2天，爸妈带回来个妹子安琪拉，然而她手臂上竟然有几道丧尸的抓痕，而且都已经开始变异发黑了。你就像见鬼似的把她推进卧室锁起来。你爸妈以为你们年轻人相见恨晚，干柴烈火，说着就叫你赶紧也进去，然而你却炸了呀！大喊道：“安琪拉被丧尸抓伤，知不知道？你前世见过这种伤口，快的2小时，慢的也就1天，最终都是会变成丧尸的。”卧室里的安琪拉也听到了，吓得尖叫起来。爸妈这下全都傻眼了，颤颤巍巍的问你该怎么办。你又无奈又生气，警告爹妈别再有半点同情心，多么辛苦才建造起来的安全屋，才过1天就要被带回来的丧尸团灭，都世界末日了，还当什么圣母？命还要不要了？然后你穿上碳纤维防咬盔甲进了卧室，细致的检查安琪拉的抓痕，说还有3小时她就会变成丧尸。安琪拉吓得脸色煞白，哭喊着求你收留她，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说已经编辑好信息，如果你不收留她，她就立马把你安全屋的视群发出去。我的天，这就是狗急了跳墙啊！这是打算和你同归于尽了啊！你立马说看在娃娃亲的份上肯定会管你的，说完就带着她去邻居房子里，这里被你改成了仓库，堆满了各种零食，你说他敞开了吃，随便吃，不过不能离开这里半步。你随手抢走了他的手机。经过这事，爸妈都明白了末日法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我活着。小区里有无人机在播报，说这次遭遇了空前的灾难，让大家先自行避难，等待救援。你也挺郁闷的，前世你在家坚持了1个月都没等来救援啊。这时候老妈问要不要过去看看安琪拉的情况，爹妈觉得挺对不住妹子，毕竟是他们把她叫过来的。你过去时发现安琪拉已经昏迷了，已经到了丧尸化的最后阶段，你也不闲着，喊来爸妈帮忙把她绑在发电跑步机上。刚绑好，安琪拉就醒了，2只眼睛都是灰色的，又闻到活人的气味，2只脚下意识的就走动起来，带动了发电跑步机源源不断的输出的电源。爸妈都惊呆了，丧尸还能这么用吗？你多看了一眼安琪拉，从她的眼神里，你总感觉她还保留了一丝人类的意识。到了下午，小区外面已经全面失控了，
很多之前被抓伤咬伤的人也都变成了丧尸。这时候业主群突然消息叮咚叮咚响了起来，原来是有人提议让你们楼里的人团结起来，先把这栋楼里的丧尸清理出去。发起提议的人你正好认识，是个跳健身操的博主，500多万女粉丝。业主群里的人纷纷响应，家里都没什么东西可以吃的了，大家都快坚持不住了。紧接着健身操博主就跟你私聊，想找你一起领导整栋楼的业主。你想的是枪打出头鸟，万一被人知道你建造的安全屋囤的这么多物资就麻烦了，于是就给回消息说你在出差，现在被困在外地了。第二天一大早，你在阳台看到健身博主带着几个强壮的业主，人手一把大斧头，没过多久就把1楼的丧尸都解决了。老妈看着他们问了我一句，他们能成功吗？你没说话，低下了头。要是能成功的话，你前世也不会饿死在家里了。这时楼顶突然响起了喇叭声，所有丧尸全都抬头看了过来，你瞬间吓坏了，你这顶楼的外墙边竟然有一个扩音喇叭正大声放着音乐，这明显是有人操控要吸引丧尸到楼顶啊！你爹妈也慌了神，知道这要是引来丧尸潮，怕是要坏事啊，问你该怎么办。你还没开口，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你当时就变了脸，电梯被你停了，20楼以上的楼道都被你锁了，到底还会有谁能够上来？你买了个顶楼，囤满了物资，和你爹妈打算就在这过完下半辈子。然而在丧尸病毒爆发后的第3天，顶楼喇叭播放音乐吸引来丧尸，更奇怪的是你把电梯停了，楼道锁了，你家的门禁还被敲响了。透过门外的监控看到门前站着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你不敢出声，让爹妈也保持安静。可是他看你没有反应，把门敲得越来越响，他让你别装了，知道你在里面，赶紧开门出来。但是爹妈和你却不认识他，你想继续装聋作哑，结果那人却说自己是超市老板，之前你大批量采购物资，他是顺着收货单地址找来的，他知道你建了安全屋，囤满了物资，还让你立马开门，不然就把你的事告诉楼下那些业主。我操，失算了，你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千算万算避开所有人了，居然把超市老板给忘了。没办法，只能先给他开门了，一个人知道总比整栋楼都知道好。一进门，超市老板就跟饿死鬼投胎似的，已经饿了2天，看到吃的直接一头扎进去。之前以为你是大客户，特地留了地址，没想到反而救了他一命。老妈见他这样，想说给他煮碗面吃，却被你眼神制止了。做老板的就是眼睛贼啊，察觉到你们的眼神交流，当时就笑着说以后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东西别藏着掖着嘛。说完也不把自己当外人，你于是悄悄的和老爹商量怎么对付这个老板。老爹的意思是想办法把他赶走，大不了给他点物资，你的意见就简单多了，找机会把他解决掉。你爹都被你吓到了，但你明白末日里不狠心是没有好下场的。你去了天台，把挂在外墙的喇叭给砸掉了。老爸还是挺心软的，说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自私啊？小区业主用这喇叭吸引丧尸，这可是他们救命用的啊！你给他破坏了，丧尸乱跑，他们会死不少人的。你理解老爹的想法，也知道老爹心慈手软，可你不是救世主，只想一家人能活下去，不破坏喇叭，丧尸上了天台，你们一家都得死。超市老板吃了一大堆零食，终于饱餐一顿，你还贴心的给他泡了一杯红茶，不动声色的问他是怎么上楼的。老板只说他早就盯上你了，看到你锁死楼道，当时就顺便配了万能钥匙。说完他还让你放心，说他刚才开锁上来的时候已经换了一套新锁。完犊子了，这超市老板太狡猾了，换了锁也就意味着你们别想出去，这是在威胁你。你暂时接纳了他，结果没过一会，超市老板就因为他睡哪个房间的问题跟老爸爆发了冲突，两人大打出手，把老妈都急哭了。你知道不能拖了，你都准备动用电棍了。前台上突然一声巨响，居然飞来了一架武装直升机，你以为是救援过来了，全家人包括超市老板都一脸兴奋。然而走下来却是买你房子的女演员柳飘飘，她刚落地，直升机就飞走了。军方特意派了直升机接她去安全地带，但她却要求到你这里来。你脸都黑了，问她为什么不去避难所，却要来这。她回答说这是她的房子啊，她花钱买下了，回自己家有什么问题吗？你有病吧？你骂了一声就走了，心里却很纳闷，但她却只对你感兴趣，拉着你进入房间，顺手关上房门。你一脸懵，心想这怕是个花痴吧？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事？他神秘一笑，把你逼到墙角说，你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安全屋吧？让我留下就啥事没有。忽然听到门外的窗户突然咣当一声破碎了，不好，你脸色瞬间就变了。变异的乌鸦闻到了你家的肉味，想冲进来，虽然大部分都被外墙的钢丝和倒刺挡住了，但还是有几只冲了进来。你拿着电棍驱赶乌鸦，超市老板却没来得及躲开，被乌鸦抓伤了手臂。看着他的伤口，所有人都沉默了。忽然你朝窗外看去，顿时头皮发麻，惊恐万分。你提前囤了8辈子都用不完的物资，没曾想病毒爆发后，超市老板居然找上门赖着不走。然而超市老板当天晚上就被变异乌鸦抓伤了，
你看向窗外，抬头发现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漫天的变异乌鸦遮蔽了整个天空。变异乌鸦冲击着窗户，然而窗户竟被偷工减料，没撞几下，外面的钛合金框架就被撞开掉了下去，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前世最可怕的其实不是丧尸，而是被变异后的各种动物抓伤咬伤，100%感染，而且没有解药。超市老板慌乱地驱赶着乌鸦，可是血腥味吸引着更多乌鸦围攻他，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你们虽然想帮忙，但乌鸦实在是太多了，你们也明白超市老板是救不回来了。突然这时超市老板安静下来，扑通一下给你下跪，说知道自己活不成了，你小子命够硬，一定能在末世活下去。说着他掏出一个钱包，说里面是他女儿的照片和地址，还有几张银行卡，里面还有3个亿，他求你在丧尸病毒平息后交给他女儿，给一半就行。随后丢下一部卫星电话，直接冲出窗户，从顶楼一跃而下。老妈和女演员柳飘飘吓得就要大声喊叫，你赶紧捂住了他们的嘴。超市老板这么一跳，也吸引走了所有乌鸦。你们趁这个时候立马用钢板封住窗户，确认没问题了，你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心里五味杂陈。万万没想到这么自私的超市老板都能做出牺牲自己的行为。虽然说他被抓伤也难逃一死，但是你心里也是感慨万分。病毒爆发的第3天，卫星这些重要的设施还在正常运转，你拿起他留下的卫星电话，尝试拨打各地的号码，居然真的有了回应。你忽然非常感谢超市老板，如果有一天能遇到他女儿，也一定要把东西交给他。果然联系到外界了，有钱人还真的是无论在什么世道下都能活得好好的。对面说已经锁定你的卫星信号坐标了，他们正在清扫丧尸，建立避难所，让你耐心等待救援。听到这时你却有点伤感，超市老板死得太早了，如果还能活下来，可能还真有用处。你觉得他还留有后手？老板坠楼的动静很大，瞬间就吸引很多业主注意，顷刻间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顶楼。不好，你瞬间傻眼了，动静太大暴露了。你想到这些业主一定会想方设法上来顶楼，唯一的好消息是楼道的锁全部被超市老板换了新的，而且重新锁死了，至少目前暂时不用担心有人能上来。然而你又遇到新问题，丧尸病毒爆发后的第4天，坐直升机来的女演员柳飘飘非要和你睡在同一个卧室。你上下打量了一下柳飘飘，30左右的年纪，长得漂亮，身材保持的也好，可你还哪有心思去想什么歪脑筋呢？只能先这样将就了。可是让你没想到的是，爸妈也都是女演员的粉丝，居然在这末日里还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凉菜热菜一大堆，素的荤的都有，还有一大锅鸡汤。你喝了一口，哇，鸡你太美味了，心想弄这么多菜真的有点浪费，就和你爹妈说要省着点物资啊，结果被老妈怼回来，说家里囤积的吃喝都够养8个小孩了。你和柳飘飘都听得出话里有话，都不好意思的脸红了。吃完饭，你问了柳飘飘外界的情况，他和你讲述了他来这之前他知道的事情。你明白了，这次丧尸病毒比前世的情况好一些，虽然整个世界都混乱了，但是有军方力量正在大力清除。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坚守阵地，而且从明天开始，丧尸数量越来越多，就会形成尸潮。所有人一起商量过后，决定24小时轮流站岗放哨。而就在这时，小区窗户外有人操纵的无人机到处飞，还一边播放着录音广播。录音说他建立了一个局域网，告诉了密码，让大家加入局域网一起商量对策。柳飘飘说这是个好办法啊，但你很小心，前世你听说小区出了个手段残忍、行为怪异的人，却不知道是谁，所以用超市老板留下的手机接入局域网。前世你狗在家里都不敢出去，结果撑了个把月饿死了。进局域网的业主非常多，混乱的很，都在说缺少物资，甚至还有家里人被咬伤求救的。那个健身博主就提议业主们联合起来先清扫丧尸，结果不知道业主间发生过什么。当天中午，你就在天台上瞧见健身博主领着一帮人，人手一把大斧头出门清理丧尸。可刚一出门口，健身博主身后有个人跳起来，就是一招轮旋飞腿，把健身博主踹倒在地。然而他的身边就是一大群丧尸，眼看就要向他扑过来。接上集，健身博主一群人刚走出门口，他就被身后的那个人飞踹一脚倒在地上。然而那帮人迅速跑回楼里关上了大门。这都他妈的什么人呢？你都看不下去，骂了一声。这肯定是他们有大矛盾。还没等你多想，楼下游荡的丧尸快速的围了过去。健身博主一把大斧头奋力的劈砍，也才处理了几个，眼看体力就要撑不住了。你考虑了许久，还是打开了提前安放在小区4周的蓝牙音响，播放了一首家喻户晓的篮球歌曲。我想要起你在美，起你在美，成功把丧尸引开了。不是因为你心地善良，只是突然想起来那沙雕小子还欠你8000块呢。健身博主也顺利回到楼里，瞬间变身无敌战神，稀里啪啦就把那群人暴锤一顿。
晚饭后，女演员柳飘飘不好意思地跟你说她大姨妈来了，问你能不能帮忙。还没等她说出口，你就摆手大声吼道不可能，说着让她大姨妈立马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带人过来？结果她像看白痴一样的看了你一眼，就去你老妈的房间了。过了一会，两人出房间后，看你就像在看一个沙雕。丧尸病毒爆发后的第5天，早上刚起来就听到楼下传来很多汽车的引擎声，竟然还有枪声，巨大的各种响声，引来了附近所有的丧尸。紧接着你就听到边上几栋楼里的人全都大声尖叫起来，你心里一紧，这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赶紧走到窗户边向下一看，瞬间就惊呆了。你在家里囤满了物资，本来想着就这么过完下半辈子，结果在丧尸病毒爆发的第5天，小区边上几栋楼传出哭喊声，你让爸爸他们别乱动，然后悄悄地走到窗户边向外一看，当时亚麻呆住了，竟然是一支越野车队进了小区，而且在每辆车后面还用绳子绑着一群丧尸，从车上下来一群人，领头的是一个黄毛。更离谱的是，他们居然有武器。他们走向小区的大门，朝着大门就是一通扫射，大门都被打出了个大洞，楼里的业主也纷纷走出来。这群人恐吓业主交出物资，不然就要对所有人动武。老爸都忍不住骂了句禽兽，在这世界末日中，人类还欺负人类，你没吭声。果然人才是末日中最可怕的生物。眼看着大门就要被彻底破坏，业主领头的健身博主出面调解，但那个车队领头人根本不鸟他，上来就给他一顿抱腿打倒在地。搜刮完物资离开前还叫嚣着明天还过来，想起来前是小区里的那个暴君，估计应该就是这个黄毛了。到处都是狂奔的人群和狂暴的丧尸，伴随着人们的惨叫声。老妈不忍心的问我们，就这么看着吗？要不要去帮忙？老爸说这就是末日，除了看着，难道要我们下去一起被丧尸吃掉吗？被黄毛打伤的健身博主把自己锁在大厅的房间里，可他受伤的情况紧急，你实在做不到对朋友见死不救，于是控制着无人机飞下去，上面挂着一个对讲机，还有止痛药和抗生素，通过窗户飞进了他躲藏的房间。通过对讲机，你和健身博主终于说上话了。知道是你后，他骂了一声老阴逼，果然是你的风格。你表示安全屋可以接纳他，他竟然拒绝了。他说明天一早黄毛的车队还会来搜刮，不把他们解决了，小区里的人依然会被害死。你和爸妈全都沉默了。虽然你也佩服他这种人，可你不会做出头鸟。你和他说只能给他提供一些支援，于是他就收到了2把特制弓弩、1套防弹衣、2把小口径武器。健身博主看着满地的武器装备和补给，他怀疑你是不是建了一个武器库。你还是有点遗憾，无人机载重能力太差，不然就给他1套碳纤维的防咬服了。丧尸病毒爆发后的第6天，天一亮，你发现电和自来水全都断了，你非常担心，而且你明白今天如果不能成功解决那支车队，你们早晚会被发现。你提前用无人机把丧尸引走，紧接着健身博主在小区的入口处放了一条条爆胎钉链，等他铺设好陷阱，就传来汽车的引擎声。黄毛的车队来了，老远就听到了他们兴奋的叫喊声。结果刚进小区，车队的轮胎就齐刷刷的爆了，气得黄毛下车就破口大骂，叫嚣道要放丧尸进来，让你们不识好歹。而你却微微一笑，控制小区里的蓝牙音响大声的播放音乐，引来所有丧尸黑压压一片成千上百头，直接向他们冲过来。他们只能不断消耗弹药消灭丧尸，还一边绝望的叫喊着。黄毛的车队虽然有武器，可是也扛不住大量的丧尸啊，很快就消失在丧尸中。而就在这时，你猛然抬头看向远处，顿时脸色巨变，不好，尸潮来了！我尼玛！远远的就看见远处地平线上黑压压的一片，迅速的朝小区涌过来。而且你看见在尸潮里看到有个人影被其他丧尸举着前行，不好，该不会进化出有智慧的变异丧尸了吧？你看着那个人影，总觉得对方的样子有点熟悉，好像在哪见过。就在这时，你看向那个变异智慧丧尸，你们对视上了，只见他伸出手指向你，丧尸潮忽然就加快速度朝你奔来。我操，坏了！你花光所有积蓄，提前建造了安全屋。丧尸病毒爆发，整个世界都沦陷后，你却能和家人在安全屋里吃香喝辣的。可在丧尸爆发的第7天，突然出现了尸潮，一只智慧丧尸载着一大群丧尸大军，抬手指向你的顶楼。所有的丧尸疯狂的像潮水一样对着你家冲了过去，你看了只想骂娘，想不明白这群尸潮怎么就盯上你了。35楼的顶层，那些丧尸愣是用叠罗汉的方式疯狂朝上攀登，极快向你奔来。此时你完全能肯定，那个丧尸首领的确拥有了智慧。他娘的，你忍不住向老爸大喊：上天台，把大狙拿来！你爹以前是退伍军人，之前问你要了300万经费，凭着关系从老朋友那搞来一批狠货大狙，非常重，你单手根本架不住，只好架在天台上，靠着8倍镜瞄准丧尸首领。爸妈和女明星柳飘飘都很紧张，而你没有丝毫犹豫，瞄准射击，一气呵成，
然而就在这时，居然冲出一堆丧尸，挡在了智慧丧尸身前。你不停的射击，竟然全都被挡住了。更过分的是，智慧丧尸竟然指挥丧尸大军把自己360度无死角的团团围住，就算只苍蝇都别想飞过去。你的脸色极其难看。可是这时候，不断叠罗汉的丧尸大军已经到了28层，眼看就要到达你的安全屋了。你爹妈拿着弓弩一顿乱射，可是根本不管用。丧尸大军的数量太多了，你甚至怀疑整个城市的丧尸都聚集到这了。而此时的女明星柳飘飘却一脸狰狞的表情，嘴里还在不断喃喃道：“把它吃了才能活命。”喂！你赶紧拍了拍她的肩膀，吓了她一跳。看着眼前这痴呆女的样子，你忽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索性把她丢下去为丧尸。白白嫩嫩的小妮子必定能拖延不少时间吧？柳飘飘被你看满脸通红，可她要是知道你在想什么，估计想锤死你800遍。你爹妈此时拿来了降落伞，想着找机会跳伞逃走。可你看了看整个小区都是丧尸大军，叹了口气，摇头说道：“没用的，没有安全的落脚点，跳下去也会被丧尸吃了。”此时越来越多的叫喊声响起，你走近往下一看，瞬间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头皮发麻。除了叠罗汉的丧尸大军，竟然还有不少业主顺着墙往你们这边爬过来。更加恐怖的是，其中不少人都被咬伤抓伤，他们随时会成丧尸，可是人的求生本能还是支撑他们往高处爬去。此时丧尸大军和小区业主们都在疯狂往你这冲过来。就在这危急时刻，柳飘飘忽然拉着你迅速跑到天台另一边那个大箱子面前。这个大箱子是之前柳飘飘用直升机空运过来的，还不准你打开。当时你还非常好奇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而此时柳飘飘迅速打开锁链进入大铁箱，紧接着柳飘飘吃力的拖出来一个大家伙，把大家全都惊到了。我操，加特林！所有人都傻了。柳飘飘扛出加特林之后，立马又把大铁箱锁了起来，根本不给你看里面的东西。此时眼看丧尸和感染的业主马上要爬上来了，你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你架起加特林，直挺挺的站在天台边上，也不用瞄准，抬手就干。一时间火光狂飙，你又正好是制高点，无论是丧尸还是感染者，成堆的倒下，你全身都被震麻了。爹妈和柳飘飘都被你的疯狂惊傻了，现场丧尸的吼叫和感染者的尖叫，还有你的怒吼声，震耳欲聋。你此刻都怀疑前世这个小区出现的暴君就是你自己，所有人都张大嘴巴惊恐地看着你。然而毕竟子弹终究是有限的，可丧尸大军却是无穷的。十几分钟过后，弹尽粮绝，丧尸大军托举着那只智慧丧尸，眼看就要到天台了。可是就在这时，那只智慧丧尸透过窗户看到了什么，当时就愣住了。那个房间里关着的是被你绑在发电跑步机上的安琪拉。就在这瞬间，智慧丧尸脸上居然透出了无比复杂的神情，然后当着所有人竟然比划出了一个离奇的动作。世界末日丧尸横行，你重生归来，在小区顶楼囤满了8辈子都用不完的物资，本想就这样和女明星生10个8个小孩，走着过完这辈子，可是竟然尸潮来袭，带头的丧尸竟然产生了智慧，眼看就要攻上顶楼。然而在窗外看到了被你关在房间里绑在发电跑步机上的女丧尸安琪拉，领头的智慧丧尸和安琪拉就那么对视了一眼，顿时两眼放光。什么情况？丧尸也能一见钟情的吗？紧接着智慧丧尸居然停止对你们的进攻，转而直接破窗进入房间。你赶紧控制无人坤根进去查看，我是说无人机。这家伙居然深情的解开安琪拉身上的绳子，一把搂过安琪拉就想把她带走。结果出人意料的是，女丧尸安琪拉的脸上竟然闪过一下人类的厌恶表情，紧接着就是直勾勾的抬手给了她一巴掌。你惊呆了，没想到变成丧尸的安琪拉竟然也诞生了智慧。此时你心里一惊，她有没有保存之前的记忆？想到自己居然绑了一只智慧丧尸给安全屋发电，你不自觉的头皮发麻。可是没想到这个丧尸头领居然是个直男性子，强硬的要带走安琪拉。显然安琪拉产生的丧尸性格也不是好惹的，甩手又是一巴掌。丧尸首领一愣，结果两只智慧丧尸就这样扭打在一起，你被吓得直冒冷汗。忽然间安琪拉安静下来，拉着丧尸首领低吼比划着，好像在交流什么。几分钟后，丧尸首领丢下一只鸡给安琪拉作为食物，居然转身带着恐怖的尸潮就这样离开了小区。不会吧，安琪拉竟然救了你们！此时你顾不上疑惑，立马穿上防咬服，扛着大狙就要进仓库找到安琪拉。自己家绝对不能留一只智慧丧尸，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掉它。你爹妈急忙拦着你说，再怎么也是你的相亲对象，从小看着长大的，你吼到世界末日就别再做圣母了，丧尸必须死，况且还是一只智慧丧尸，不然你的安全屋就没有安全可言。你冲进仓库准备给他一枪爆头了，结果当场就惊呆了。安琪拉正啃着一只鸡，而这时候安琪拉看到你进来，竟然自己又走到跑步发电机上，继续给安全屋供电。这是什么情况？丧尸居然不咬你们！柳飘飘更是一脸惊奇的把手伸到他面前，你大声惊呼：“你是傻子吗？”可是安琪拉居然不为所动。你们一家子围坐在客厅，
讨论着怎么处理安琪拉。你就是想一枪给他爆头，但安琪拉毕竟救了大家一命。柳飘飘和爸妈3票反对，你只好暂时留下他。丧尸病毒爆发的第8天，你们小区局域网里的业主群就吵翻天了。业主发起了一次领导者的集体投票，居然全票把你选出来了。由于你昨天在天台打丧尸的恐怖表现，所有人都知道你勇猛，更清楚了你物资充足，但是你立马拒绝了。在世界末日做领头人有什么大病吧？以你前世的经验来看，只有苟着才能撑到最后。可刚过没多久，健身博主就代表全体业主给你打来电话，直接跟你摊牌了。他明说了是大家都没有物资，而且很多人都在昨天的尸潮里受了伤，急需抗生素等很多药品。就算你不当领袖，那至少也要提供一些物资吧。你爹妈的圣母心又开始泛滥，说你们囤积的物资足够多，分一点给他们也没事，气得你当场要原地自爆，大吼道这种事能开1次口就会有第2次、第3次，没人会知足。这就是人性，你果断拒绝了业主们的要求。健身博主和业主们都是难以置信，说你有那么多物资，只需分一丁点出来就能救好多人，难道你就要这么见死不救？你却只是冷笑了一声，别他妈的跟我玩道德绑架，这套对我没用，世界末日没有道德可言。通话不欢而散。然而当晚就出事了，你们小区上空突然飞过来一架架的运输机，空投下来一个个的大箱子，里面竟然是各种物资，更是提供了武器。同时运输机的喇叭播报说正在建立大型避难所，让所有人先拿起武器自保。完蛋，你瞬间脸色就变了，你爹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就完了。忽然间你们就听到楼道的锁被一阵乱枪打掉，一阵密集的脚步声响起。你在末日来临之前囤满了物资，撑到了丧尸病毒爆发后的第8天，可是就在今天竟和所有小区业主反目成仇。大批的运输机居然空投了武器，小区业主端着武器居然直奔你的安全屋，撒掉了安全通道的门锁。老妈惊恐地说，完了，难道他们都想进来安全屋吗？然而你却说他的想法太天真了，你经历过前世丧尸病毒爆发重生归来，你太明白世界末日的人性有多黑暗。他们哪是想住进来，他们会抢走所有物资，然后很可能把我们一家丢出去为丧尸。你爹紧张地问你该怎么办，女明星柳飘飘更是躲在你身后紧张地发抖。你说那就先跟对方谈一谈。此时小区业主已经冲到你家门口，这帮业主们全都露出了仇恨的表情，带头的正是你的朋友健身博主，他在门外叫嚣着让你开门。你透过门口的监控看到外面起码有几十号人，一个个气势汹汹，都像土匪一样，如果放进来肯定把你剁碎了为丧尸。你说道，空投了那么多的物资，你们也都拿到了，就不要惦记我这一点东西了。可他们根本没打算离开，健身博主更是大言不惭在你门外喊话，让你主动开门，把你家的物资让大伙平均分配，否则他也不保证你的全家人安全。你也是火冒三丈，大喊道，难道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前几天有外来势力的车队进来捣乱的时候，还是我救了你，结果你这货现在带头来抢物资。没想到他不要脸的说道，都世界末日了，你应该大气一点，大家一起分配物资，而不是像你这样自私。你也懒得跟他唧唧歪歪，直接关闭监控，转身淡定的躺在了沙发上。你爹妈和女明星都愣住了，而你却一脸的淡定。紧接着门口就是一阵机枪扫射的声音，门外的监控全被打碎，然后业主们竟然开始炸门。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大门可是你花重金定制的2米厚特种钢浇筑的，就连门外的墙壁都镶嵌的加厚钢板，机枪手雷毫无用处，就算是小型飞弹也能轻松防御。门外所有业主都惊呆了。这时你淡定的打开监控说道，你早就给了健身博主大量的物资啊，他怎么还来问你要？难道没分给别人吗？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借刀杀人。外面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盯着健身博主，眼神变得诡异。到了第2天下了一场大雨，你爹告诉你天台的水循环出问题了，你俩赶紧到了天台，发现冷库顶上养的鱼苗居然一大半都飘起来死了，而且老妈在天台种的蔬菜瓜果也都枯萎了。你们惊讶的发现今晚下的雨有大问题，为什么今晚下的是酸雨？而且你闻了闻雨水还有一股酸臭味，那雨水过滤系统暂时是不能用了，反正储备了很多矿泉水，完全够你们几个人用。没想到深夜里小区竟然又出事了，咻咻几道影子就从高处摔落死了，而其中就有健身博主。看来是你的借刀杀人起作用了，业主们起了内讧。可是一事未平一事又起，老妈和柳飘飘同时发高烧，你还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的时候，你爹却沉着脸说是雨水的问题，他们2个都喝了循环系统过滤的雨水。什么？他们喝了酸雨？你老妈是退休护士，发觉味道不对，没喝几口，没多久就好的差不多了。可是柳飘飘有危险，她处在深度昏迷状态，整个脸都变紫了。老妈检查过后判断是雨水的毒素在柳飘飘体内大量堆积，急需尽快排除，不然的话她活不过2天。听到你老妈这么说，你虽然觉得有点可惜，倒也松了口气，无所谓，反正是外人死了也好，省得麻烦。
然而柳飘飘这时迷迷糊糊、艰难的跟你喃喃道，说出了自己的惊天大秘密。原来他跟你一样，他竟然也是重生归来的。更加可怕的是，你前世就在家撑了10几天而已，可是他活了半年。什么？你立马问他为什么要跟你在这，而不是去更安全的地方？他前世既然能撑半年，那这家伙简直就是末日生存手册啊，根本没必要跟着你。柳飘飘此时非常虚弱，艰难地说道：“因为你是……”可话还没说出口，他又晕过去了。你气得巴不得给他几巴掌清醒清醒。此时你爸妈也是愣了，问你该怎么办？能怎么办？必须救活他，有太多事情需要问清楚。老妈是护士，说到现在必须清创排毒，但是必须要借助医院专业的仪器。可是最近的一家医院在5公里外，你说还不算远，让你老爹守家，老妈和柳飘飘还有你3个人都穿上防咬服，只要不是被尸潮袭击，安全没问题。要不是为了问清楚柳飘飘身上的秘密，你绝不会为他冒这个险。临出发前，你又把安琪拉也带上了。意外的是，安琪拉居然主动跟在你身后。不会吧，丧尸里也有小迷妹吗？还好你在丧尸病毒爆发前就在楼后面藏了一辆越野车，现在派上用场了。趁着月黑风高，你和老妈扛着柳飘飘下楼，冲进越野车，一脚地板油狂飙出了小区。可是你却不知道，此时正有个眼神躲在角落盯着你，等你一出小区就悄悄地跟了上去。世界末日来临，你囤满物资，一直躲在安全屋，直到丧尸爆发的第8天。就算和所有人为敌，你绝对不会做圣母去救别人。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出事了，下了一场酸雨，污染了安全屋的水源。女明星柳飘飘喝下后深度中毒，她还告诉你跟你一样是重生归来后就昏迷了。为了探究她身上的秘密，你只好冒险下楼带她去医院做手术，却没想到刚出门你就被盯上了。你的越野车被你加固过，踢脚油门丧尸什么的全被撞飞。可这时听到身后传来的车队引擎轰鸣声，这个车队有5辆车从各个方向封住了你的越野车，而且5辆全都是大排量的越野车。老妈问你他们会不会只是路过，你说到老妈太天真了，你们刚出小区没多久，这伙人就跟上来了，应该是有小区的人通风报信，健身博主都被小区的业主丢下楼了，现在肯定有另一个带头的，就不知道现在是谁在指挥对付我们。你这越野车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对方车队很快靠近你，并通过喇叭喊话让你靠边停车，说他们是第8区的，你前世是在小区撑了10多天饿死的，通过家里的收音机也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况。你的这个城市按照距离市中心的远近分成8个区，第1区就是市中心，第8区就是郊外了。就你前世了解的那些信息来看，人类的所作所为比丧尸残忍1万倍。你不打算搭理他们，让老妈把生肉做的诱饵扔出去，顿时引来一堆丧尸。但没想到那群车队居然有重机枪架在车顶，没几秒钟丧尸全给突突了。没办法了，对方既然有重武器了，你只能停车都下了车。对方领头是个胖子，穿着黑短袖、大金链子小手表，上来就给了你一巴掌，说你小子还挺能跑啊。紧接着他让你交出所有物资，你就是识相，立马笑嘻嘻的交出所有物品就要上车离开，却没想到那胖子哼了一声，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车里的柳飘飘和女丧尸安琪拉，拿着武器指了指你，说你和你妈走就行了，车后座的2个女的留下。这时你却渐渐的一笑，一把拉开后座车门，安琪拉冲下车就咬伤边上的小跟班，对面都被吓傻了，顿时觉得你也是不能惹的人，你车里居然还有一只丧尸，这是疯了吧，养着丧尸玩呢。这个胖子果然干脆，立刻就把被咬伤的人击毙了。他知道没多久就会变成丧尸。这时安琪拉又乖乖的回到你身后，这下子这帮人彻底懵了，我尼玛，这还是丧尸吗？比狗都听话。胖子这时有点后怕了，打着哆嗦让你带着安琪拉赶紧滚，你还是留下了所有物资，转身上了车，留着帮人在风里凌乱。你一脚油门走了。这时你老妈很疑惑的问你，明明身上有武器，还有这么听话的丧尸安琪拉，他们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为什么最后却选择把物资全留给他们？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仁慈？看来你也有点怜悯之心呢。你哈哈大笑着告诉老妈，那些物资你提前让安琪拉涂满了她的丧尸血，碰了吃了100%感染，而且你还在物资里装了跟踪器，到时候可以找到他们第8区大本营的位置。老妈顿时沉默了，论阴险非你莫属，医院人流量非常大，丧尸病毒爆发的第1天就彻底沦陷了。你们赶到的时候，立刻用生肉诱饵引开了丧尸，背着柳飘飘就往医院冲。你老妈中途却突然停了下来，老妈一脸惊讶地看着不远处躲着的一道人影，那人刚才叫了你老妈的名字，可是丧尸是不会说话，应该是活人。于是你老妈走近一看，不好，是丧尸。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你根本来不及反应，眼看着老妈就要被咬，突然砰的一声枪响，丧尸当场被放倒。这时边上出来一个端着狙击枪的少妇，挥手让你们跟着他，带着你们进入了医院。先到了他家，原来是医院的一间病房，他告诉你们这里有很多丧尸，本能的会说一些人话，迷惑人类，千万要小心，要行动的话也要等晚一点。
你非常的疑惑，这个少妇太可怕了。如果整个医院就她一个人，是怎么活下来的？这时候少妇走到你身边，把你悄悄拉到一个房间里。这时她对你说了一句话，却让你脸色大变，当场吓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你提前建了安全屋，囤满物资，本想就这样苟着过一辈子，不曾想丧尸爆发的第8天，家里就有人生病，必须去医院急救。赶到医院，却差点被一只智慧型丧尸袭击。危急时刻，被一个扛着大举的少妇救了你们，把你们带去他的住所。但你万万想不到，少妇居然对你提出了无理的要求。什么？你要跟我生孩子？你听到他的话，当时就傻了，竟然有一时刻你就想入非非，想要就地解决。但是理智战胜了你的下半身。眼前的少妇30多，虽说末日里缺少保养，却也充满了韵味。你一度怀疑自己听错了，但少妇却是一脸坚定。紧接着她的眼眶就含着泪告诉你了前因后果。丧尸病毒爆发后，女儿不幸被感染了，不得已还是自己帮女儿解脱的。她太思念自己的孩子了，她极其想再要一个孩子，这成了她在末世里活下去的执念。你叹了口气，能理解她的心情，忍不住问她为什么不找别人。世界末日里除了丧尸就是男人最多了。少妇瞥了你一眼，说他们太丑，你刚好是她喜欢的类型。卧槽，你这么直接吗？你拒绝了她的要求，理性的给她分析，她从怀孕到生小孩整个过程几乎丧失自保能力，你答应她就是害她。少妇见你犹豫，立马又哭了起来，说她以前是情报部门的，你要肯跟她生个孩子，她愿意贴身保护你的安全。你当时就惊讶了，没想着少妇在丧尸爆发前还是个特工，难怪身材这么好，身手更好。你想起带女明星去手术时还需要人帮忙，就想着利用一下她，于是你告诉她，只要等眼前这些事情搞定后你就同意。她连忙点头，那现在就出发行动。结果刚打开房门，女丧尸安琪拉就躲在门外偷听，一下子倒进房间。卧槽，你当场就愣了，问道咋的？难道你也想给我生孩子？安琪拉的表情当时就僵住了，转身就蹦走了。老妈一直在观察女明星柳飘飘的情况，她中毒太深，重度昏迷，已经不能再拖了。你们果断开始行动，医院一共有8层，越往上丧尸越多。你们要去的手术室在第4层，难度不算大，小心点就没事。少妇为了得到你，明显干劲十足，直接带着你们绕了一圈，走后门，避开了一大堆丧尸，上到了2层的楼梯间。可是这时奇怪的是，你在楼道能听到楼上不少人在窃窃私语，听不清讲了什么。难道还有活人躲在楼上吗？少妇说，你想多了，哪里还有什么活人？上面那些全是丧尸，只不过都是诞生了一些智慧，只能死板的说一些人话，并且他还跟你保证，整个医院除了他不会再有第2个活人。于是你拿出随身携带的无人机，把一些生肉诱饵挂在无人机上，先把第3层的丧尸引走。但要上到最关键的第4层时，你们在3层的楼道口都能听到有3个不同的说话声，而且听脚步感觉起码有20-30个人的样子。就当你犯难的时候，少妇二话不说拿出一颗手雷，拔了引线就扔了上去，太尼玛彪悍了，你眼睛都看直了，正准备听炸雷，结果听到楼上有人骂了句卧槽，谁他妈扔的炸雷？紧接着扔上去的手雷就被人一脚踹出楼道，在空中炸开了。我叫张三炮，我一生下来背后就长了一条狐狸的尾巴。接生婆看到我的第一眼，顿时吓得一声惊呼，差点将我给丢出去。我出生那天，在我家院子周围落下了19道雷，没有一道雷落在我家房顶上，只有第19道雷劈在了我家院子里的老树上。一时间黑烟滚滚，整个村子都看到了。据说那天有个老猎人在山洞避雨的时候，发现一个长着8条狐狸尾巴的美女，老猎人吓得连忙去村里找人。再次来到山洞的时候，那长着狐狸尾巴的女人已经不见了。更诡异的是，绝大多数刚出来的孩子都会哭，但是我没有，只是看上去很饥渴。老爹抱着我的时候，我因为太饿，一口咬了他的手臂，贪婪地吸食着血液，疼得老爹一把将我推开。对刚出生的我充满了深深的恐惧。接生婆说她干了一辈子接生的活计，10里8村的人至少有一大半都是她接生的，但是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如此诡异的新生儿。大炮啊，这样的怪胎不能留，把这孩子丢到乱葬岗，让他自生自灭吧，不然以后可能要酿成大祸。我老爹也知道刚生出来的我有古怪，但毕竟是头一胎，亲生骨肉哪里下得去这个狠心？这么大的事儿他也做不了主，便将我爷爷找来出主意。奶奶去世的早，家里爷爷就是主心骨。老爹十分孝顺，对爷爷的话一直言听计从。当爷爷看到我的模样的时候，也吓得不轻。造孽啊，老爷子，我上辈子缺了什么德，才让老张家生出这么一个怪胎出来？爹，这孩子咱们家留不留？要不把他丢了吧？爷爷听闻老爹要把自己亲孙子丢掉，顿时火气涌上心头。你这臭小子，这可是我的亲孙子，哪能随便丢掉？
你赶紧去把镇里的阴阳先生请来，让他来做做主意。老爹点了点头，连夜徒步走了几十公里。等到了镇里之后，天都亮了。跟那阴阳先生一说，只见他眼睛一亮，立马跟着我爸回到了村子里。等他们到了家门口的时候，紧接着又看到一副十分怪异的景象。不知道什么时候，家门口突然出现了很多黄皮子和狐狸，密密麻麻的一片，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冒出来的。这是引来了不少村民围观，但是没有一个人敢靠近。大家伙议论纷纷，说我家生出了一个怪胎，得罪了黄皮子和狐狸精，迟早折腾的我家家破人亡。老爹一看到这情况，顿时也慌了，从兜里掏出一根粗木棍，就要赶走这些畜生，然而却被那阴阳先生老胡给拉住了。他眯着眼睛看了一眼这些畜生，跟老爹说道：“别过去，他们没有恶意。”诡异的是，就在此时，那群黄皮子和狐狸一个个全都像人一样跪了下来，朝着我家的方向拜了3拜，之后就快速的离开了。这些畜生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老爹看到这一幕，觉得很不可思议。胡大师，这是什么情况？胡大师脸色看起来十分凝重，还是先进去看一下那个孩子吧。来到了屋里，爷爷将孩子抱了出来。那胡大师只看了一眼，便倒吸了一口冷气，眼睛里金光闪闪，紧接着便问起了我的生辰。随后胡大师拿出了个铃铛算了起来，好一会儿之后才激动地说道：“这孩子不得了，果真是一个妖胎，留下恐为祸一方，后患无穷。他只吃血，不能吃寻常的东西，就算是留下来，你们肯定也养不活，他早晚都是死路一条。”此言一出，一家人都跟着惶恐起来。老爹腿一软，直接给那胡大师跪了下来。大师，你想想办法，怎么说也是我媳妇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不能就眼睁睁的看她死了。老爷子也激动地说道：“大师，就没有什么办法让这孩子活着吗？”刚才老夫仔细一算，算出来这孩子乃是被妖物给灵魂夺舍了。那妖物道行颇高，眼看着就要渡劫化成人形，却遭到了天谴，怕是要魂飞烟灭。毕竟妖物成精乃是逆天而为，必遭天谴。正好这时候你家孩子出生，那妖物不想被天雷打的灰飞烟灭，将自己的神魂落在了孩子身上。如此一来，那天雷就不会落在这妖物的身上。毕竟你们家的孩子是无辜的，那19道天雷只在你家周围炸了一圈，并没有伤人。老爹接着问道：“那大师，你有什么办法吗？”老夫倒是有一个法子，能保全他性命，就是做我的徒弟。不过只是这样一来，恐怕以后他再也无法与你们相见。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胡大师就是我的第一个应劫之人。他抱着我刚出村口，便突然暴毙，七窍流血而亡。镇里的阴阳先生说我是应劫之命，在我们家根本养不活，必须给他当徒弟，方才有一线生机。这孩子9岁的时候会有一场劫难，所以他必须跟我才有可能活下去。爷爷和老爹商量了一下，觉得活着总比死了强，起码还有个念想，于是就答应了下来。结果那胡大师直接将我从家里抱走，走得十分匆忙，生怕我家里人反悔似的。结果这边刚走出村没多久，就有人发现了胡大师的尸体，死状十分恐怖，七窍流血，瞪大了双眼，满脸惊恐之色，好像是被活活吓死的。但是我却好端端的就躺在胡大师的身边，不哭也不闹，父母只好将我又抱了回来。胡大师的家人还找了过来，大闹了一场。本来这事儿也怪不得我们家，他是自己死在了路上，不过还是赔了他们家一笔钱。本就贫困的家庭，这下又是雪上加霜。后来我才知道，那胡大师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他心术不正。当初他抱我走，就是贪图我身上的一样东西，而且还想要了我的命。此时老爹和爷爷都犯了愁，之前那胡大师说的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的突然横死，让家里人对我又有了几分忌惮，就连村子里的人都说我是个丧门星，一出生就害死了一个无辜之人。而我的口粮也成了问题，根本不喝奶，只喝血。从生下来到现在，一口东西没吃，一直饿得哇哇大哭。这天夜里，老爹出门上茅房，突然听到院子里有一阵儿悉悉索索的声响，顺着声音看去，突然看到几只狐狸出现在了院子里，身后还跟着几只黄皮子。父亲看到这一幕，一开始心里恐惧，而后便有些愤怒起来，心里的想的是，本来家里生了个怪胎就已经够糟心了，这些畜生也跟着过来捣乱，就从兜里掏出一块砖头，朝那几只畜生狠狠地砸了过去。一只狐狸当场被砸飞了出去，其他畜生见状匆匆离去。我爷爷也提着一把大砍刀也冲了出来，虽然已经快70岁，老爷子的身体依旧十分硬朗。这时两人才发现地上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2只胖乎乎的野兔。爷爷沉着脸说道：“这可能是那些畜生送来的，
白天的时候，几百只黄皮子和狐狸对着咱们家跪拜，也不知道咱们家孩子跟这些畜生有什么渊源。既然送来了，咱们就留着，把血放了，留给孩子，咱们吃肉。我一出生背后就长了根狐狸的尾巴，我什么东西都不吃，只爱喝血液。正当老爹和爷爷都犯愁的时候，没想到一群黄皮子和狐狸送来了新鲜的野兔。但是让家里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些狐狸和黄皮子并不是只送这一次，自此以后几乎天天晚上来我家转悠，每次来的时候总会留下来点什么，有时候是野鸡野兔，有时候还会有2条鱼。这下好了，我家天天开荤，在那个年月，这生活水平比其余人家都好太多了。一般人家逢年过节才能吃顿肉，我家天天吃，甚至有时候吃不了，我爹还拿到集市上去卖，让村子里很多人留下了羡慕的口水。就这样，转眼间过了3年，这些狐狸和黄鼠狼每天都送些野物过来，家里人吃肉，我喝血。渐渐的，我长大了，除了喝血这个毛病之外，其余的跟正常小孩儿没有什么两样。家里人也尝试给我吃过一些其他的食物，但是我每次吃都会吐出来，根本咽不下。然而等我长到3岁的时候，爷爷和老爹又开始担心起来。他们还记得胡大师的话，我是天生应劫之人，每3年一劫。如今正好3岁，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劫难。3岁生日那一天，果真应了劫。村子里死了一个人，死相极其恐怖，村子里的人都说是我害死的。那天我正一个人在院子里玩，这几年来一直都是我自己，没有小孩愿意跟我玩，都说我是一个嗜血的怪胎。此时我突然听到院子外面有小孩嬉闹的声音，于是我好奇地冲了出去。几个小孩看见我就像见到鬼一样，有一个年龄大点的小孩指着我道：怪胎来了，喝血的怪胎来了，谁跟他说话谁就要倒霉。说完几个人就跑开了，只留下一个小胖子愿意陪着我。玩了一会后，我从兜里掏出1碗野鸡血，对他说道：来，这个给你，相得益比。小胖子也不懂，拿起来就直接一口气吹了下去，弄得满是血。这时小胖子他娘不知从哪冒了出来，看见小胖子浑身是血，很是生气。你这怪胎竟然敢害我儿子，看我不打死你！说着从兜里掏出木棍，对着我一顿毒打。回到家后，我把事情告诉了家里人，他们听完后都很生气，但也没办法。爷爷语重心长地说道：三炮呀，以后就好好待在家，别再出门了。第2天早晨，有人在后山发现了小胖子他娘的尸体，死状十分惨烈，尸体不知道是被什么野兽给咬的，伤痕累累，一只手臂被啃的只剩下白骨，而那手就是当时打我的那只。刚被村里的恶婆娘毒打了一顿后，隔天他竟然死了，死相还极其恐怖。当众人看到恶婆娘的尸体的时候，一时间吓得都不敢靠近。村子里的人都没有见过死得这么惨烈的人，身上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咬的都是血口子，一只脚被啃的只剩下了白森森的骨头。最可怕的是，他的嘴角竟然还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眼睛还是睁着的。死得这么惨，竟然还能笑得出来，这情况想想便让人不寒而栗。恶婆娘的老公哭得稀里哗啦。按照炮口村的传统，尸体要在家里停放3天才能下葬。这几天陆陆续续有人前去烧纸钱，都是一个村的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老爹也买了一些纸钱，前去给恶婆娘烧纸钱。可是，在给棺材前面的火盆里烧纸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出现了。别人烧纸都好好的，可是我爸买的黄纸丢进火盆之后，愣是烧不着。烧纸钱烧成这样，明显是死者对来上香的人有怨气，对方烧的供香和纸钱都不收。我爸也吓得不轻，一个人匆匆跑回了家，将这事跟我爷爷说了。爷爷叹息了一声，知道这事不简单。其实明白人一想，那恶婆娘的死跟我有脱不开的关系，因为我给他儿子小胖喝血的事情，恶婆娘打了我一顿，晚上就出事。当初那胡大师说我每3年有一劫，不是我死便是别人死，现在恶婆娘死了，正是应了我的劫。而且她身上那些大大小小的伤口，明显是野兽给啃的，看那牙印，很像是黄皮子和狐狸给咬出来的。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出生那天，几百只黄皮子和狐狸围着我家门跪拜，每天还有黄皮子和狐狸给我家送野味儿。现在村子里的人都开始议论纷纷，说是我害死了马老三的媳妇。当天晚上，马老三也做了一个梦，梦到他媳妇回来了。老头子，我是被那怪胎给害死的，你马上去把他杀掉，这样我才能安心去投胎。一大早，马老三就找到了我家，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杀气，跟我家要讨个说法，手里还拿着一把砍柴刀。父母很慌，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是我爷爷出面将我推了出来，冷着脸跟马老三说道：
你要真觉得这孩子害了你媳妇，你可以杀了他，给你媳妇抵命。你要有胆子，现在就动手。村里的恶婆娘打了我一顿，结果第二天就惨死在后山。他的家人因此找上门，竟然要杀了我，给他老婆报仇。爷爷见状，将我推了出来。你要是觉得这孩子杀了你的老婆，你可以将他杀了，给你老婆抵命。如果你真有这个胆子的话，马老三哪里敢真的动手？要是真的杀了我，他估计也要被抓走，最后只能灰溜溜的离开。棺材在马老三家里停放了3天，终于要下葬了。下葬那天，整个天都灰蒙蒙的，没有一点风。村子里找了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抬棺材，可是棺材只抬到了家门口，抬棺材的绳子突然就断了，这可是大凶之兆。村子里有个说法，棺材出了家门口之后，一直到墓地，棺材都不能落地。可是这才刚刚出了家门口，棺材绳子就断了，棺材重重的摔在了地上，这样很不吉利，是要出大事情的。马老三一看到这情况，也吓得不轻，趴在棺材上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道：“孩子他娘，我知道你死的冤屈，不肯走。你心里要是有啥怨气，就找害你的人去，千万别折腾家里人啊！”正在马老三抱着棺材痛哭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儿叽叽喳喳的声响，就跟我刚出生那天一样。在马老三的家门口附近，一下出现了几百只黄皮子和狐狸，其中有一只黄皮子个头儿出奇的大，长相也与其他不同，看起来就好像首领一样。这只硕大的黄皮子带着数百黄皮子和狐狸一直冲到了棺材前面，吓得周围的人纷纷朝着两侧退开。那只大黄皮子来到了马老三媳妇的棺材旁边，伸出了一只毛茸茸的爪子，朝着棺材上连着拍了3下，随后便带着一群畜生就快速的离开了。等这些黄皮子和狐狸一走，那几个抬棺的年轻小伙又试着抬了一下棺材，这一次那棺材却能抬动了。被那只大黄皮子拍了3下棺材之后，总算是能顺利下葬了。但是将马老三媳妇安葬之后的第2天，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人们发现马老三媳妇的墓被挖开了，尸体也不翼而飞。下葬后的尸体当天晚上竟然来到了我家门口，想找我索命。那时候的炮口村十分贫穷，村子里还没有通电，基本上家家都点蜡烛和煤油灯。就算是这样，村子里的人也不舍得点，所以基本上早早的就睡觉了。半夜的时候，老爹睡得正香，突然间听到卧室的窗户传来了砰砰的敲击声响，十分有节奏，3长1短。老爹迷迷糊糊爬了起来，想看看外面是什么东西，万没想到这院子的景象是如此的恐怖。首先是一股腐臭的气息迎面扑来，然后就看到了一张长满了尸斑的狐鬼大脸，正是死去的马老三媳妇。恶婆娘的嘴角还带着死去时候的那种诡异笑容。一看到这张大脸，我爸瞬间就清醒了，吓得发出了一声惊恐至极的惨叫声，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惨叫声惊醒了熟睡中的老娘和我永远忘不了恶婆娘的那张恐怖的脸。老娘看到马老三媳妇之后，吓得根本发不出声音来，只是紧紧地抱住了我，浑身发抖。这时候恶婆娘突然开口说话了，她先是发出了一阵而瘆人的笑声，目光直视向了我。还有4天，还有4天。父亲的惨叫声惊醒了睡在东厢房的爷爷，他提着一把雪亮的大刀就冲了进来，看了一眼瘫坐在地上的父亲和浑身发抖的母亲，又看了一眼恶婆娘，也是吓得吸了一口老气。老爷子毕竟是当过兵，虽然心里也慌，却比他们2人镇定了许多。老三媳妇儿，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这都是命，怪不得别人。老头子，我劝你赶紧走，要不然我手中的这把大刀可对你不客气。死在这把刀下的亡魂不知道多少，你还能比那小鬼子凶，也不在乎多你一个。说着，爷爷晃了晃手中雪亮的大刀片，不知道是不是爷爷亮出了那把大刀的缘故，恶婆娘竟然转身一瘸一拐地走了，走的时候还发出了一阵儿瘆人的笑声。马老三媳妇走了之后，吓得一家人都不敢睡觉了，一家人都在想那个恶婆娘说的还有4天到底是什么意思。第2天一早，众人来到墓地，仔细一看，那坟好像并不是被掘开的，因为那土都是往外翻的，棺材板子散落在4周，都已经碎了，怎么看都像是那老三媳妇自己从坟里爬出来的一样。死去的恶婆娘竟然从坟头里爬了出来，深更半夜来到我家院子里。不过马老三并不知道他媳妇半夜去了我家，这是爷爷和老爹并没有声张出去。马老三只以为自己媳妇的尸体被人给盗走了，那年月有很多盗尸的，我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曾想半夜的时候，2人睡得正香，还是被一阵儿敲窗户的声音给吵醒了。
听到这动静，老爹瞬间就精神了，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老娘已经吓哭了，抱着我瑟瑟发抖。爹，他又来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老爹手里拿着一根棍子，连床都不敢下，只是死死地护着身后的老婆孩子。要说还是杀过小鬼子的爷爷，听到动静直接就冲了出来，手里依旧提着那把雪亮的大砍刀。看到外面站着的人影，那张浮肿的大脸清晰可见，诡异的笑容是那么的阴森。老三媳妇，你特么没完了是吧？老头子，我这一大把年纪，早就活够本了，你有能耐就弄死我，等我变成了鬼，你也好过不了。说着，爷爷直接用手中的大刀耍起了招式。恶婆娘嘴角带着诡异的笑容，一双眼睛白惨惨的，用十分尖利的声音道：“还有3天，只剩下3天了。”爷爷胆子大，看到这马老三媳妇的恐怖模样，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在恶婆娘说完了这句话之后，便朝着门口的方向走去，只一会儿的功夫就不见了踪影。这时老爹突然想到了什么，惊恐地说道：“爹，马老三媳妇昨天说还有4天，今天说还有3天，是不是3天之后咱们一家人都要被他害死吗？”恶婆娘已经连着来我家2天了，每次过来就只是留下一句话，让家里人都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再这样下去，没被他害死，也要被他给吓死了。第二天一早，爷爷做了一个决定，让老爹去30里铺找一个叫刘婆子的出马仙，帮忙解决家里的事情。老爹一大早带着2黑眼圈就跑到了30里铺。那刘婆子的架子很大，一般人很难请得动。我爸好说歹说，他才答应来一趟。那刘婆子才低头扫了我一眼，顿时脸色大变，像是看到了什么十分可怕的东西一样，竟然直接跪在了我面前，浑身瑟瑟发抖。晚辈30里铺出马弟子刘氏，家中供奉长仙40年，惊扰仙家法驾，还望仙家勿要怪罪。高高在上的出马仙见到我之后，竟然下跪朝我磕头。好不容易大老远从30里铺将这刘婆子请过来，这一到家就对着3岁的孩子磕头是咋回事儿？而懵懂无知的我看着刘婆子朝着自己磕头，只是笑了笑，觉得很好玩。磕完了头，那刘婆子还跪在地上不起来。我爷爷愣了一下：“您这也太客气了，怎么给小孩子磕起头来？赶紧起来！”仙家不开口，弟子不敢起身。刘婆子跪在地上都不敢抬头看我一眼，爷爷无奈便看了我一眼，说道：“三炮啊，还不快让刘婆婆起来！起来吧，刘婆婆！”刘婆婆如蒙大赦，这才战战兢兢的起身。我妈有些不知所措的将我又领进了屋子里。等我进了屋之后，刘婆子才如释重负的长出了一口气，有些怨怪的看向了爷爷和父亲。我说2位，你们家里供奉着这么一位厉害的仙家，怎么还要请我老婆子出手？这不是让我老婆子班门弄斧吗？我爷爷对于出马仙的事情略懂于是，说道：“仙家？什么仙家？我们家里根本没立堂口，也不认识什么仙家。刘婆婆这话什么意思？”刘婆婆摇了摇头，叹息说道：“你孙子身上就有一位很厉害的仙家，比我认识的所有仙家都厉害100倍。老婆子我这点道行，跟那仙家相比，简直不堪一提。我看我还是走吧，就不要留在这里出丑了。”老爹看刘婆婆要走，焦虑的说道：“可他才是个3岁的孩子，什么都不会啊，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大老远将您给请过来。”这让刘婆子产生了一丝狐疑，沉吟了片刻，说道：“我能不能再看看孩子？”这没问题，我将他叫出来就好了。刘婆子却突然拦住了老爹，小心翼翼的说道：“别，还是我进去瞧吧，别惊扰了仙家。”再次看到我，刘婆子依旧毕恭毕敬，脸上的皱纹都笑成了一朵花。“仙家，弟子帮您瞧瞧，勿要怪罪。”说着，刘婆子突然伸出了一只手来，直接放在了我的天灵盖上。闭上眼睛，只是过了片刻，刘婆子突然睁开了眼睛，连着后退了好几步，再次跪在了地上，朝着我磕了3个响头，掷地有声：“上仙勿怪，弟子无意冒犯。”随后，刘婆子有些惊慌的就出了屋子，临走之前说道：“以后你们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就算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要保证这孩子平安无虞。”死去的恶婆娘竟然想化身为尸鬼，要将我们一家老小全部杀了。听了刘婆婆的一番话之后，我们才得知，是因为马老三媳妇那天打了我，还站在我们家门口破口大骂。第二天一早，就有人在后山发现了他的尸体。那些黄皮子和狐狸都知道那仙家的强大神魂在我的身上，欺负我就是欺负那仙家，所以黄皮子和那些狐狸才会报复马老三的媳妇。老爹想了想，又说道：“那他为什么大半夜跑到我们家敲窗户，每天只说一句话就走，还不断的冷笑？”刘婆婆笑了笑：“那是因为马老三媳妇是刚死的新鬼，道行不高，
一定要到了头七之后才会变得十分厉害，那时候就有能力将你们一家老小全都杀了。而且拉玛老三的媳妇怨气很大，一口怨气堵在心口，又是被黄大仙和狐仙给咬的，这种尸体最容易发生尸变，变成一种十分可怕的东西，叫做尸鬼。这种邪物半尸半鬼，十分可怕。马老三媳妇的尸体并不是被人盗走了，而是他自己破光而出，这回还不知道藏在哪个阴暗的角落。头七之后，马老三媳妇的魂魄会跟尸体合二为一，化作尸鬼前来报仇。听到刘婆婆这般说，家里人都吓坏了，便问刘婆婆接下来怎么做。解决这件事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那马老三的媳妇没到头七的那一天，直接将他给灭了，无论是找到他的尸体，还是打散了他的魂魄，那马老三的媳妇就不会化作尸鬼。爷爷说道，这还不简单，每天晚上马老三媳妇都会过来敲窗户。刘婆婆您在家里先住下，等她晚上来了直接收拾了，以绝后患。刘婆婆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在对付马老三媳妇之前，得去找了几样东西过来，一是成年的大黑狗，身上不能有一丝杂毛；二是养了至少3年的大公鸡3只，必须毛色鲜亮；三是给我做一件寿衣，在马老三媳妇出现的时候穿上能保命。其实前2样都好办，村子里基本上家家养狗养鸡，但是一听说要给3岁的我穿寿衣，这事就有些难办了。哪里会有卖3岁小孩寿衣的？老爹竟然要给3岁的我做寿衣。刘婆婆解释道，寿衣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保命用的，如果只是拉马老三媳妇的鬼魂出现，我自己应该能搞定，但如果来了其他什么鬼东西就说不准了。之后老爹只好跑了一趟寿衣店，专门给我定做了一身小孩子穿的寿衣。只见那老板像看智障的眼神看着老爹，如此一切准备妥当，就等着马老三媳妇半夜找过来了。但是让所有人都觉得意外的是，一家子人加上刘婆婆等了一晚上，都熬出了熊猫眼，那马老三的媳妇竟然没有来，这一晚上算是白等了。爷爷黑着眼圈问刘婆婆道，我说这马老三媳妇怎么没来？刘婆婆也有些纳闷，思量再三说道，可能是那马老三媳妇的鬼魂感应到了什么，知道老婆子我是出马弟子，所以不敢来了。看来咱们只能等到后天，等他变成尸鬼才能见到他了。老爹吓了一跳，变成尸鬼的马老三媳妇那么厉害，咱们能对付得了吗？这也没办法，不过你们放心，就算老婆子我拼出这条老命出去，也一定要保住孩子的安全。之后大家又熬了一晚上，马老三媳妇还是没有出现。明天就是马老三媳妇的头七了，头七一到，马老三媳妇就会变成尸鬼，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爷爷将他打鬼子时用的那把大砍刀拿了出来，用磨刀石磨得雪亮。刘婆婆说爷爷那把刀可以对付尸鬼，因为那是一把杀过小鬼子的刀，是一把杀生刃，妖魔鬼怪都怕这样的刀。天黑之后，刘婆婆先是吩咐我爸带着那只大黑狗先出去，等过了午夜再将大黑狗牵到门口。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爸爸还是照做了。时间在1分1秒的过去，转眼间就到了夜里的11点。老娘虽然害怕，但是也抱着我早早的睡下了。这件事情她也帮不上什么忙。爷爷搬了一个长凳摆放在院子中间，手里提着那把大刀。爷爷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今天晚上说什么也要保住孙子。11点过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先是院子里起了风，是那种黑色的旋风在院子里不停的打转。同一时间，整个村子都沸腾了起来，所有的狗都跟着一起狂吠不止。恶婆娘的头七已经到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我家院子里卷起了黑色的旋风，村子里的狗也不停的狂吠，但只是持续了几分钟，很快便安静下来，鸦雀无声。四周突然变得阴冷无比，坐在院子中间的爷爷顿时感觉汗毛直立了起来。这时候，院子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儿脚步声，听起来异常沉重，同时伴随着一股浓郁的腐臭味飘散了过来。一听到这动静，刘婆婆顿时紧张了起来。他来了，大家注意一下。这句话刚说完，就听到一声巨响，2扇厚重的门板突然飞了起来，重重的砸在了院子里面。然后一个阴恻恻的声音从院子外面传了过来：你们害死了我，我要你们全家抵命。很快，爷爷和刘婆婆就看到站在门口的马老三媳妇。虽然心里早就有了一些准备，但是一看到马老三媳妇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冷战。此时的马老三媳妇身体已经出现了腐烂的迹象，整个人都浮肿了一圈，一颗眼睛惨白惨白的，面容狰狞，十分恐怖。她的双手之上也生出了锋利的青黑色指甲，足有10多厘米长，每一根指甲都像是锋利的匕首，
寻常人哪里见过这么邪乎的玩意儿？刘婆婆一看到这般景象，顿时大喝了一声：“马老三媳妇，我是30里铺的出马弟子刘婆子，今天过来是专门收拾你的。人死不能复生，老婆子知道你死的冤屈，但是人有人道，鬼有鬼途，你若执迷不悟，老婆子我只能替天行道，将你这邪物给收了。若是乖乖听话，婆婆我心善，到时可以帮你超度一番，让你尽快进入地府投胎。”恶婆娘发出了一阵诡异的笑声。想要我走可以，把3炮那小子叫出来，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他。爷爷看到这玩意儿，心里也慌，不过还是提着手中的大刀，朝着那马老三媳妇走了2步，怒声道：“想要我孙子的命，也要问问我手中的刀答不答应。你要敢动我孙子，那老张头今天就再让你死一次。”还不等那马老三媳妇动手，突然间，我们家院子里再次发生了诡异的一幕。但见四面八方突然响起了一阵儿悉悉索索的声响，不多时，一大群黄皮子和狐狸出现在了院子里，有些在院墙上，有些在屋顶上。一时间，院子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眼睛。恶婆娘变成尸鬼，想要杀害我们全家。关键时刻，一大群黄皮子和狐狸来到了我家，这其中还有一只硕大无比的黄皮子，从院墙外面翻了过来，二话不说，直接就朝着马老三媳妇猛扑了过去。这只大黄皮子便是之前马老三媳妇下葬的时候出现的那只。与此同时，院子里出现的那些黄皮子和狐狸，像是蝗虫一样，悍不畏死的同时朝着马老三媳妇扑了过去。看到这一幕，刘婆婆激动了起来。太好了，黄大仙显灵了！那些扑向马老三媳妇的黄皮子很快爬满了她的身体，但是此时的马老三媳妇力大无穷，双手左右挥舞之间，大片大片的黄皮子被他甩飞了出去，他甚至还抓住了一只黄皮子，硬生生撕成了2半。爷爷看到这一幕，差点就吐了出来，真特么邪性啊！这恶婆娘！身上挂满了黄皮子和狐狸的马老三媳妇依旧速度飞快，一个跳跃之间又是5、6米远，快速的朝着屋门口逼近，再往前一段距离就直接冲进屋里了。爷爷怒吼了一声，此刻也顾不得害怕了，提起了手中的大砍刀，一刀就砍在了马老三媳妇的脑门上。本以为这一刀下去能将马老三媳妇的脑浆子都给劈出来，让爷爷目瞪口呆的是，那马老三媳妇的脑袋像是石头一样坚硬，一刀下去，手中的那把刀反倒是反弹了回来，震得手一阵而发麻。虽然没有砍掉那马老三媳妇的脑袋，却也将他震得后退了好几步。那马老三媳妇看向了爷爷手中的刀，鼻子吸动了2下，脸上现出了一丝恐惧。不过只是一瞬间，那马老三媳妇发出了一声怒吼，再次朝着爷爷扑杀了过去。他一张口，直接从嘴里喷出了一口黑色的湿气，朝着爷爷喷去。爷爷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却也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一旁的刘婆婆举起手中拐杖，发射出一道气焰，将那湿气给化解了。之后又是一道气焰，直接击中在了那尸鬼的胸口上，将其又震退了几步。刘婆子叹了口气说道：“老哥，你先回屋里，这邪祟太凶了，将准备好的那几只大公鸡放出来。”爷爷虽然担心刘婆子，却也知道他交代的事情要紧，连忙回屋去找那几只大公鸡。此时刘婆子眼睛散发出一道绿光，这是要开始招仙了，准备将仙家请到自己身上来对付这恶婆娘。恶婆娘化身尸鬼来找我们家索命，见此状况，刘婆子也准备请仙家上身帮忙。3山皆有主，此家有神灵，大胆邪祟，有仙在此，还敢造次？刘婆子说话的语气突然变了一个腔调，好像年轻了很多，像是一个大姑娘发出的声音。喊完这句话之后，刘婆子突然变了一个人，手中的拐杖上下飞舞，朝着那尸鬼身上敲打而去。每敲一下，那尸鬼身上便会有一层火光冒出来。此时爷爷已经回到了屋里，将那几只大公鸡给放了出来。那些大公鸡一来到院子里，顿时便发出了一阵啼鸣之声。一听到这个动静，正在跟刘婆子缠斗的尸鬼突然浑身一颤，显得惊慌无比，竟然直接转身朝着门口的方向跳了过去，看来是想要逃跑。而这时候，我爸突然出现在了门口。老爹并不是一个人出现在门口，他手里还牵着一条大黑狗。他出现在门口的时候，那马老三媳妇化作的尸鬼正迎面朝他而去。我爸一看到那尸鬼的恐怖模样，顿时吓得双腿发抖，直接跪在地上不敢动了。爷爷看到傻愣愣的父亲，大喊了一声：“你这纯纯的傻懒子，还不赶快躲开！”但是老爸吓得腿都软了，想跑，但是双腿却一点儿不听使唤。这关键时刻，旁边的那条大黑狗狂吠了一声，
径直朝着那尸鬼扑了过去，身形一跃，跳起2米多高，直接趴在了那尸鬼的身上，但是却并没有将其扑倒。趁此时机，那些狐狸再次一拥而上，上去便是一通撕咬。只是那尸鬼的身体坚硬无比，犹如铜皮铁骨，这些畜生根本咬不动，只能在他身上当个挂件。唯有那个个头儿很大的黄皮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猛地抓住了死鬼的双腿，将其掀放在地。刘婆子再次大喊了一声，手里发力，只见那拐杖高高举起，朝着尸鬼的脑袋上猛地砸了下。快进屋躲起来！这时候我爸终于反应了过来，连忙转身离开了院门口，爷爷也连忙往屋里方向跑去。我和老娘早就被外面的动静给惊醒了，我妈一直死死抱着我，听着外面鬼哭狼嚎的恐怖声响，吓得浑身瑟瑟发抖。那时候的我什么都不懂，只是能够听到外面传来的各种声响，有黄皮子和狐狸的叫声，还有那尸鬼的怒吼声，偶尔夹杂着大公鸡的啼鸣和犬吠之声，乱糟糟的一片。刘婆子请仙家上身，战斗力直接飙升。老爹和爷爷也躲进了屋子里。当爷爷提着那把有些老旧的大刀进来的时候，我妈吓得发出了一声惊呼。爷爷提醒道：“儿媳别怕，赶紧给三炮穿上寿衣，这是刘婆婆嘱咐的。”听到外面的动静，我妈已经吓得六神无主，这才想起了寿衣的事情，连忙手忙脚乱的给我换起了衣服。公鸡一般只有天快亮的时候才会发出啼鸣之声，像是尸鬼这种邪祟根本不敢见光，只要天一亮，必须要找个阴暗的地方躲起来。只要被太阳一照，那尸鬼就会很快化作一滩脓血。刚才听到公鸡的叫声，那尸鬼以为天快亮了，所以才会转身就跑。刚才刘婆婆是觉得这尸鬼太强了，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厉害许多，所以才让爷爷将那3只大公鸡给放出来。不曾想那尸鬼听到了动静，果真吓跑了。这边我妈刚给我换上寿衣，院子外面突然传来了一声闷哼，好像是刘婆子的声音。我爷爷听到这个动静，感觉有些不太对劲儿，提着刀转身就要出去看看。这时候窗户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还不知道咋回事儿，就听到咔嚓一声响，一双长满了锋利指甲的手突然穿透了窗户探了进来，紧接着那马老三媳妇狰狞的大脸也跟着探了进来，她双腿一蹬，直接跳进了屋里。我妈一直胆子就小，看到恶婆娘那扭曲的脸，吓得当场差点晕厥过去，同时也发出了一声歇斯底里的惨叫声。爷爷看到这一幕也吓坏了，但还是举起了手中的刀，朝着那尸鬼身上劈了过去。那尸鬼对爷爷的刀也是早有准备，一伸手突然抓住了那把刀，然后就直接将爷爷踹飞了出去。恶婆娘嘿嘿一笑：“三炮啊，三炮，我来找你了。”转瞬之间，他脸上便现出了一丝疑惑之色，因为他找不到我了。尸鬼是看不见的，但是能够感觉到活人身上的生气，尤其是对我的气息十分敏感。刘婆子之所以让我穿上寿衣，是因为只有死人才穿寿衣，这寿衣能够屏蔽掉活人身上的生气。在没穿寿衣之前，他还能感应得到，但是等他进了屋，却找不到我了。老娘吓得眼泪横流，却还是死死的将我护在了怀中。三嫂，我求求你放过我儿子吧，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穿上了寿衣之后，变成尸鬼的恶婆娘竟然看不见我。尸鬼的鼻子吸动了半天，没有感应到我的气息，顿时十分恼怒。他一转身，一双白惨惨的眼睛看向了我妈，阴惨惨的一笑：“三炮呀，你快出来，你再不出来，我就杀了你妈！”说着，那尸鬼长满了青黑色指甲的双手突然间就朝着我妈脖子上抓了过来。3岁的我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年纪，就算是面对十分恐怖的尸鬼，也不知道害怕。但是在那一双手就快要抓到我妈脖子上的时候，陡然间十分诡异的一幕就出现了。屋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影子，是一个长着8个尾巴的狐狸模样。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嗡的一声响，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之后便是一个声音从我口中如同炸雷一般迸射而出，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给我滚！”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一道金光从我身上打出，直接撞向了那尸鬼的面门。恶婆娘一声惨嚎，从窗户那边飞了出去。在说完这个字之后，我眼睛上翻，浑身抽搐，直挺挺的倒在了妈妈的怀里。这突然的变故将我妈吓得不轻，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尸鬼飞出去之后，摇摇晃晃的从地上爬了起来，跌跌撞撞的就朝着院子门口的方向而去。只是没跑出去几步，一根拐杖突然砸在了那尸鬼的后脑门上，那尸鬼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刘婆子绕到了那尸鬼的前面，好像是在蓄力，手中的拐杖高高举起，再次朝着尸鬼的脑门上敲去。1敲离魂，2敲走魄，3挑了人命。
每敲一下，那尸鬼便发出一声惨嚎，身子像是得了羊癫疯一样不停颤抖。当刘婆子第3次敲下的时候，那尸鬼便没了动静。敲完这3下，刘婆子像是耗尽了身上所有的力气，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一下瘫坐在地上。屋子里，爷爷被那尸鬼狠踹了一脚，好不容易才爬了起来。听到外面没了动静，便连忙跑出去瞧，就看到刘婆子瘫坐在地上，大口的喘息。她的旁边趴着尸鬼，但是已经一动不动了。院子里乱糟糟的一片，到处都是黄皮子和狐狸的尸体，就连我爸找来的那只大黑狗也趴在了血泊之中，已然没了声息。尸鬼恶婆娘闯到了我们家里，正要把我老娘杀掉，关键时刻房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长着8条尾巴的女人，一下子就把恶婆娘击飞了出去。院子外边乱糟糟的，满地都是狐狸黄鼠狼的尸体。刚才出现的那个巨大的黄鼠狼好像也受了伤，身上都是血口子。他先是朝着我爷爷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就一瘸一拐的离开了这里。跟这些黄皮子和狐狸相处了3年，爷爷对他们没了任何戒备之心。这3年来，这些黄皮子和狐狸每天都给我家送吃送喝，而且这次还跑过来救我们家里人的命。看着那只巨大黄皮子的身影，爷爷还朝着他招呼了一声：“谢谢你，黄大仙，感谢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家的照顾。”黄大仙自然没回应，很快消失在了夜色之中。爷爷来到了刘婆子身边，借着月色一瞧，当即吓了一跳。刘婆婆本来就不怎么好看的脸上，此刻多出了一道伤疤，好长一道口子。爷爷不安地问道：“刘婆婆，您这没事吧？”刘婆婆疼得深吸了一口冷气，颤声道：“小问题，活着呢。”爷爷有些担忧地看了一眼地上趴着的尸鬼，这尸鬼他死了吗？放心吧，没事了。拉马老三的媳妇的魂魄已经被老婆子我打散了，这尸体没了魂儿，就成不了尸鬼。一会儿你们将这尸体丢在后山，或者还给马老三家，让其重新安葬，这事儿就算是了结了。这边正说着，门口突然露出一个脑袋来，正是刚才牵着大黑狗过来的老爹。他听到院子里的动静没了，便过来瞧瞧，看到院子里的一片狼藉，也吓了一跳。爷爷招呼了一声道：“你这小懒子，进来吧，已经没事了。”就在此时，屋子里突然传来了老娘的哭喊声：“爹，三炮他快不行了，你们快进来瞧瞧啊！”一听到这动静，爷爷和爸爸还有一瘸一拐的刘婆婆就进了屋。爷爷看了一眼被妈妈抱在怀中的我，连忙问道：“怎么了吗？”妈妈一边哭一边说道：“刚才三嫂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三炮身后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狐狸影子，而且还长了8条尾巴。那影子出现之后，三嫂就跳出了窗子，然后三炮就晕过去了，怎么都喊不醒。他这是怎么了？”恶婆娘终于是被做掉了，我也昏死了过去。爷爷和老爹见我这样，顿时吓坏了，纷纷凑到了我身边。刘婆婆听闻，沉吟了一番，摆了摆手说道：“不打紧的，刚才肯定是孩子体内的仙家元神出来了，赶走了那尸鬼，要不然你们母子2人早就没命了。正是因为那仙家出手，将那尸鬼给重创了，老婆子我才有机会将他送走。那仙家的神魂本就十分虚弱，这次元神显现，导致那仙家更为虚弱。他与孩子是一体双魂，缓几天就没事了，少则3天，多则7天，人肯定能醒来。”听到刘婆子这般说，一家人的心才放了下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先是由我爸找来了一辆地盘车，将马老三媳妇的尸体拉到了后山，打算天一亮就通知马老三去收敛尸体，重新安葬。反正这尸体不能出现在我家里，要不然会出现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至于院子里那些黄皮子和狐狸的尸体，也被爷爷全都收敛了，足足有30多只。这些黄皮子和狐狸的皮毛都十分鲜亮，绝对能卖上好价钱，但是他们都是为了救我的命才丢了性命，爷爷绝对不能做出这么忘恩负义的事情，便在院子的一角挖了一个大坑，将那些尸体全都埋了。一切都处理妥当之后，天都已经亮了，老娘已经帮着刘婆婆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爷爷去了村子东头，找了一辆驴车过来，直接带着刘婆婆去了镇子上的医院处理伤口。路上，爷爷对刘婆婆受伤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一边在前面拉着驴车，一边跟刘婆婆道：“大妹子，你说咱们非亲非故，您为了我们家伤成这样，我们老张家无以为报，这心里不是滋味啊。”刘婆婆却道：“张老哥，我之前就说了，我帮你们家不求回报，能够帮上仙是我刘婆子几辈子修来的福报。你孙子能够被上仙看中，说明他是有大机缘的，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可是您这孙子的命格特殊，一生命运多舛，多遭磨难，每3年一劫，不是他死就是别人死。在这里我提醒您一句，他9岁那一年
遇到的劫难最大。如果他能扛过去，命运或许能够出现很大的转机；如果扛不过去，这条小命就没了。你记住他9岁生日那一天，记得千万别让他出门。出马仙弟子刘婆婆说我这辈子多灾多难，命中有劫数，每3年一劫。9岁那年劫难最大。爷爷疑惑道：为什么是9岁？他6岁不是还有一劫？刘婆婆叹了口气：6岁那一劫，老婆子我或许能帮上忙，但是9岁那一劫，老婆子我是无能为力的，就看他的造化了。第二天有人发现了被我爸丢在了后山的马老三媳妇的尸体，只是尸体没有了昨天晚上那副狰狞的模样，獠牙没有了，那锋利的指甲也不见了，变成了一具普普通通的尸体，被马老三重新安葬。3天之后我醒了过来，但是持续发了好几天高烧，整个人都烧迷糊了，将爸妈和爷爷都吓得不轻。在发高烧的时候，我的脑海之中总会出现一只十分漂亮的狐狸，安安静静地待在我面前。它有8条漂亮的尾巴，只是看着十分虚弱。因为发高烧的缘故，爷爷还特意跑了一趟镇上去问刘婆婆我这是怎么回事儿。刘婆婆只是宽慰爷爷放心，这孩子体内那个仙家本来就十分虚弱，在三炮身体里温养，这次为了救三炮突然现身，伤了本源。三炮跟那仙家一体双魂，仙家伤了本源，三炮也会跟着虚弱，过几天就没事了。诡异的是，这次恢复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对血的依赖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也可以吃一些其他的东西，这让家里人都十分开心。父母和爷爷对我的期望并不大，只是希望我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能够活下来。可是他们所有人心里都压着一块石头，当初的胡大师还有之后的刘婆婆都说我是应劫之人，3年一劫，不是我死就是别人死，这是一个逃不掉的诅咒一样，困扰着家里的每一个人。之后的晚上，黄皮子和狐狸还是会来我家送野物，只是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这可能是因为我对血的渴望没有那么强烈的缘故。有时候父母出去干农活，会将我带到田间地头，每当这时候，就会有一群狐狸和黄皮子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凑到我身边。在我6岁生日的前一天，爷爷亲自去30里铺去找刘婆婆，打算将她请过来帮我度6岁那个劫。我是应劫之人，每3年有一劫。6岁生日的时候，爷爷亲自去30里铺去找刘婆婆，打算将她请过来帮我度6岁那个劫。其实这几年来，刘婆婆一直都没有跟我家断了联系，逢年过节，我爸妈都会带着礼物去她家探望。毕竟她当初为了救我们一家，受了很大伤。而刘婆婆无儿无女，老伴去世的早，家里就她一个人。眼看着明天我就过6岁的生日了，爷爷担心再有什么应对不了的事情，于是便去请刘婆婆过来，提前准备着。没想到爷爷这一走，家里就出事了。事情的起因是村里的大户刘家，刘家一共兄弟5个，其中老五到了结婚的年纪，便打算盖新房子娶媳妇，占用了我们家一块用来种菜的自留地，都没有跟我家打声招呼。我爸听说之后，就去找刘家老五理论，结果一言不合，直接动了手。那刘家老五虽然年轻力壮，却不是我爸的对手，因为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练过拳脚，也传授过我爸一点功夫。刘家老五吃了亏，结果当天下午就带着几个兄弟过来找我爸的麻烦，在我家院子里就打了起来。俗话说双拳难敌4手，何况是他们兄弟5个一起动手，我爸很快就被打倒在地。那刘家老五打得最凶，一把铁锨都快拍断了，老娘上去阻拦，也被推倒在了地上，一个人无助的大哭。6岁的我看到爸爸挨打，脑门子一热，直接就冲了过去，抱住刘家老五的大腿，上去就咬了一口。刘家老五被我咬得一声惨嚎，大骂了一声怪胎，一巴掌就将我扇在了地上。当我趴在地上的时候，脸上火辣辣的疼，突然间就看到自家院墙上出现了几只黄皮子和狐狸，一双双眼睛满是怨毒的盯着刘家老五。上一次马老三媳妇打我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被打得满头是血的父亲看到我挨了打，顿时怒不可遏，直接疯了一样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冲进了屋，将爷爷的那把大砍刀给拿了出来。从屋子里冲出来的父亲双眼通红，满头是血，但是手中的那把大刀却是闪着寒光，杀气腾腾。敢打我老婆孩子，老子砍死你们这群瘪犊子！村里5个恶霸来我家打我的老爹，结果院墙上又来了狐狸和黄皮子。老爹看着我和老娘被人欺负，顿时彻底疯狂。敢打我老婆孩子，老子砍死你们这群瘪犊子！当老爹举着刀出来的时候，满身杀气。张家5个兄弟看到此时老爹的模样，丝毫不会怀疑此刻的他会直接砍了他们。下一刻，那刘家5兄弟顿时成了怂包，直接转身就跑。
老爹提着刀一直追到了门口。此时我妈反应了过来，从身后一把抱住了他，好不容易才将他拦下。其实那时候老爹身上也没了多少力气，被那五兄弟打得不轻，头破血流，挣扎了片刻就没了力气。老娘是真不敢让老爹追出去，万一我爸脑门一热真杀了人，后果不堪设想。过了不久，我爷爷带着刘婆婆回了家，一看到家里乱糟糟一片，老爹被打成了这个样子，爷爷的怒火噌的一下就冒了出来。爷爷的火气比我爸的脾气还爆，如果我爷爷当时在家的话，那刘家五兄弟是绝对不敢跑我家里来打人的。村子里都知道我爷爷是真的杀过人，杀的那都是小日本鬼子。当爷爷提着那把刀要去找刘家的人去理论的时候，却被刘婆婆给叫住了。因为刘婆婆看到了我脸上浮现出的一个清晰的巴掌印子。张老哥，你别去找了，就算是你不去找，那老刘家的人也要倒大霉了。爷爷听闻一脸疑惑，刘婆子，您这是什么意思？刘婆婆叹了口气，还能有啥？有人对你孙子动了手，肯定是要倒霉的。这不说还好，爷爷一看我脸上的巴掌印，火气更大了，怒骂了一声道：这群小瘪犊子，连6岁的小孩子都打，还有没有人性？我非得去问个明白不可。刘婆子看爷爷急得一笔，就说道：张老哥，听老婆子一句劝，千万别去，你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打你孙子那个人绝对活不过今天晚上。此话一出口，我爷爷就愣住了。上次马老三媳妇的事情，正是因为那马老三的媳妇踢了3炮几脚，第2天就死在了后山。现在那刘家的人早不找来，晚不找来，偏偏就赶到了这孩子3年1节的应节之日过来，那不是上杆子送死吗？3炮体内有一个仙家的强大神魂，这6年来一直受到那些黄皮子和狐狸的庇护。打这孩子就是对他体内的那个仙家不敬，那些黄皮子和狐狸肯定不会放过刘家。村里的恶霸因为打了我一巴掌，结果第2天就被人发现吊死在房梁上。刘家的人虽然不对，但是也不至于因为打了我一巴掌就将命给丢了。都是一个村子的，爷爷也不想那刘家的人因此送命，便问那刘婆婆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刘婆婆不断摇头说道：这是没办法的，3炮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注定命运多舛，一生多灾多难，这3年1节是逃不掉的，不是他死就是别人死，只能看刘家的造化了。爷爷想了一会儿，便问刘婆婆能不能想想办法帮一下刘家，再不济提醒他们一句也是好的。刘婆婆无奈，只好跟爷爷说道：要去报复刘家的肯定是那些黄大仙和狐仙，估计今天晚上就会去找刘家老五。你跟刘家老五说，今天晚上让他在院子里多放几条土狗，千万不要用绳拴着，另外在睡觉的屋子里养几只大白鹅，放进去之前一定让那大白鹅吃饱，让他们在屋子里多拉屎，这样的话刘家老五或许能逃过一劫。本来这些事情刘婆婆是不愿意说的，毕竟她是出马弟子，黄皮子和狐狸那可都是仙家，可都是自己得罪不起的，不管能不能管用，爷爷也得知会那刘家老五一生。于是天还没黑，爷爷一个人背着手就找到了刘家老五的家门口。过去一瞧，却发现他家竟然紧关着大门，爷爷敲了半天门都没有人回应。其实刘家老五在家，他知道爷爷肯定会找回来，所以害怕不敢出门，爷爷也不可能破门而入。当时也是因为脑门子一热对我爸动了手，现在一想也都十分后怕，更害怕爷爷那把大砍刀。爷爷转了一圈无功而返，只能无奈摇头叹气，或许这就是刘家老五的命吧。第2天一大早，刘家老大想去找老五商量一下，要不要一起去我家给我爸赔个不是，毕竟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也是他们兄弟几个人做的不对，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能将事情弄得这么尴尬。可是当刘家老大推开屋门进去一瞧，吓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刚一推开屋门，就看到刘家老五挂在了房梁上，被风一吹，身子在房梁上轻轻晃动。刘家老五死得十分诡异，他舌头伸得老长，眼睛瞪得很大，眼球全部都是红色的血丝。更吓人的是，刘家老五的脸上还保留着一丝微笑，嘴角是微微上翘的，这笑容跟马老三媳妇死的时候一模一样。上吊的不止刘家老五，竟然还有一只黄皮子。当大家伙来到了刘家老五的房间里，很快就有人发现房梁上吊着的并不是只有刘家老五，竟然还有一只黄皮子。那黄皮子就吊在离着刘家老五不到2米的地方，并排在一起。黄皮子用自己的命换了刘家老五的命。村民们看到这诡异的一幕，也都吓坏了，一时间议论纷纷，竟然没有人敢过去将刘家老五从房梁上放下来。在我们那边，黄皮子都被称作黄仙，村子里的人对这种生灵都是又敬又怕。既然是黄仙出手害人，
谁敢去触碰黄仙的眉头，弄不好自己就跟那刘家老五一样的下场。爷爷听说了这件事情，便带着刘婆婆一起过去瞧。当刘婆婆一眼看到跟刘家老五挂在一起的黄皮子的时候，瞬间就变了脸色，有些惊恐的说道：坏了，看来是要出大事。爷爷看到刘家老五的尸体还挂在房梁上，扫了一圈众人，冷声说道：这么多人就不知道将尸体放下来，挂在这里像话吗？村子里的人还是没人敢动，爷爷只好走过去，将刘家老五的尸体从房梁上放了下来。此时刘家的几个兄弟都在，看到我爷爷出现，有些混不吝的刘家老二突然站了出来，指着爷爷的鼻子说道：老张头，你别在这里假惺惺，我们家老五就是你们张家的人害死的，谁不知道你们家生了一个怪胎，就是你儿媳妇跟黄先生出来的野种。这些年每天晚上都有那么多黄皮子和狐狸往你家里送东西，我们兄弟几个不就是打了你儿子一顿，你至于让黄皮子将我们家老五害死吗？此话一出口，刘家的另外几个兄弟顿时来劲了，也纷纷站出来指责爷爷。爷爷脸色一寒，看向了刘家那几个兄弟：你们这几个瘪犊子玩意儿，趁着我不在家，兄弟几个合起伙来欺负我老吴家的人，不光打了我儿子，还对我儿媳妇和孙子动了手，自己的亲兄弟挂在房梁上都不管，我帮你们弄下来，你们还对我咋咋呼呼的，怎么地要跟老张头动手？你们上来试试！说这话的时候，爷爷斜着眼睛死死盯着刘家的这几个兄弟，满眼杀气。毕竟是杀过小鬼子的，一发起火来，身上杀气凛然，那兄弟几个哪里还敢再多说半句废话？此时刘婆婆也站了出来说道：行了，都少说两句，死者为大，先将人给收敛了吧。刘家老五不是张家的人害死的，是你们得罪了黄仙，这才惹上了大祸，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眼前这具尸体刚死不久，竟然从床上坐了起来，死而复生。众人看着眼前两具尸体，都吓得面无表情。不过那刘家老二憋了一肚子火，他死死盯着挂在房梁上的那只黄皮子，突然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从兜里掏出了一把铁锨，将挂在房梁上的那只黄皮子的尸体给拍了下来。那黄皮子的尸体掉在地上之后，吴家老二还不解气，直接举起了铁锨，朝着那尸体上猛拍了起来。刘婆婆看到这一幕，连忙上前阻止：不要对黄仙不敬，已经惹出了祸事，你这样会倒大霉的。但是刘家老二却不管这些，一边抡起了铁锨朝着黄皮子的尸体上拍去，一边恶狠狠地说道：这黄皮子害死了我兄弟，我打两下出气还不行？几铁锨拍下去，那黄皮子的尸体已经被拍成了血肉模糊，即便是刘婆婆阻止也都已经晚了。只是看着冒血的黄皮子不停地叹息，爷爷气呼呼地回了家，刘婆婆也跟着离开了。在路上，刘婆婆脸色很难看。回到家里之后，刘婆婆坐下来叹息了一声，说道：三炮就是这个命啊，3年一劫，不是他死就是别人死，果真又应了劫。不过这事儿还不算完，估计刘家最近是消停不了了。爷爷惹了一肚子气回来，听到刘婆婆这么说，便疑惑道：这刘家老五都死了，还能出什么事儿？刘婆婆无奈的摇了摇头，说道：这事儿我也说不准，谁也不知道黄仙是怎么想的。不过刘家老二刚才遭见了黄仙的尸体，估计是要倒霉的。爷爷担心的说道：这怎么还没完没了了？我孙子会不会出事儿？刘婆婆道：这个我也说不准，只能走着瞧了。没曾想刘婆婆的话很快应验了，当天晚上就出了一件大事。刘家老五死了之后，还没有来得及用棺材入殓，天黑下来没多久，竟然从床上坐了起来，他竟然又活了。这一幕差点将刘家几个兄弟给吓疯了。就在放尸体的那张床上，此刻正坐着一个人，正是那刘家老五。此时的刘家老五盘腿坐在床上，脸色青黑，嘴唇发紫，一双稍微有些泛白的眼珠直勾勾地看着坐在堂屋里的几个兄长和嫂子，嘴角上扯，然后就发出了一阵儿像是夜猫子一般诡异的笑声。死去的人竟然莫名其妙复活了，而且还会说话。看到这一幕，一屋子人全都吓坏了。刘家老大更是直接跑到了我家里：叔，您快过去看看吧，我们家老五活了。刘家老大说这话的时候都带着哭腔，浑身都在哆嗦。爷爷听到他的话，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那人都吊在房梁上半天了，我放下来的时候尸体都硬了，怎么可能活过来？我也不知道，叔，正好刘婆婆在您家里，赶紧过去瞧瞧吧。爷爷看向了刘婆婆，客气道：大妹子，还真让您说着了，果真又出事了。刘婆婆脸色一沉，连忙道：走，过去瞧瞧吧。
来到院子门口的时候，发现刘家的其余几个兄弟都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紧接着屋子里就传来了一阵儿夜猫子一般的叫声，就算是胆子大的爷爷听到这声音也不由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进屋，他们二人就看到了坐在床上的刘家老五，盘腿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嘴角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一双略微有些泛白的眼珠直勾勾地盯着进来的爷爷和刘婆婆。当初刘家老大说老五活过来的时候，爷爷还不太相信，现如今眼见为实，也不由得他不信了。顿时爷爷心里也慌得不行，跟刘婆婆道：大妹子，这事儿您是行家，您瞧瞧这是咋办吧？刘婆婆眯着眼睛看了一眼脸色青黑的刘家老五，沉声说道：这刘家老五并不是真的活了，而是被黄大仙上了身。二人正说着，那刘家老五突然又怪笑了一声，身体微微晃动了一下。刘婆婆当即朝着他走了过去，十分客气地说道：老婆子，我是30里铺的出马弟子刘氏，黄二爷，既然刘家老五已经被你给杀了，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折腾下去了吧？黄二爷是对成精的黄皮子的尊称。刘婆婆这么一开口，对面的刘家老五突然开口说话了，但是说话的腔调十分奇怪，像是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刘婆子，我知道你有些本事，但是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这刘家人对老祖宗大不敬，只是杀了那刘家老五还不行，我要折腾的整个刘家鸡犬不宁。你要是敢多管闲事，小心吃不了兜着走。爷爷一看这情况就知道是咋回事儿，走到了刘家老五的身边，苦口婆心地说道：黄二爷，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家三炮好，我们张家承着你们这份恩情，可是刘家的人虽然有错，却也不至于送命啊，您高抬贵手，放了刘家一马吧。眼前的尸体被成精的黄皮子附身，竟然向我们讨要鸡肉。下一刻，那刘家老五用泛白的眼珠子看了一眼爷爷，恶狠狠地说道：老张头，我们家老祖宗跟你有些渊源，我不想对你动手，并不代表我二爷我怕了你。你走吧，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别多管闲事。爷爷叹息了一声，有些无可奈何，正要再说些什么，被一旁的刘婆婆连忙给拉开了，说道：张老哥，你先退下，这事儿交给我来就行。刘婆婆是真怕爷爷将黄二爷给得罪了，那仙家是在我身上不假，但是跟我爷爷没有太大的关系，一旦将那黄皮子给惹恼了，说不定真的会对爷爷下杀手。爷爷只好无奈地退在了一旁。刘婆婆再次恭恭敬敬地说道：黄二爷，我知道这事儿是刘家不对，得罪了您老人家，只要您不再折腾了，就提出个条件来，只要我们能做到，我就尽量满足您。刘家老五诡异的一笑，突然道：先拿几只鸡过来给我尝尝。这奇怪的要求顿时让爷爷愣住了。这种所谓的诈尸，并不是人变成了僵尸，蹦蹦跳跳的追人，而是被动物上身。尤其是黄皮子最喜欢的就是上人身，给活人索要东西，那黄皮子附在死人身上，就会驾驭着人的尸体，盘坐在棺材上给人提条件。爷爷从兜里掏出了几只鸡，递给了刘家老五。只是接下来的一幕，爷爷看到之后差点儿就吐了。只见他一把抓住了活蹦乱跳的老母鸡，直接就往嘴里吸血。爷爷是上过沙场的，血腥的场面见多了，但是死人吃活鸡的场面还是觉得瘆得慌。刘婆婆看着吃的正香的刘家老五，已经准备开始出手了。下一刻，手中的拐杖猛地一下敲在了刘家老五的头上。刘婆婆说话的声音也变了，成了一个听上去十分年轻的女人的声音：大胆黄老二，本仙在此，还不快速速退下！刘家老五跟着了羊癫疯似的浑身颤抖，用尖利的声音喊道：我不走，我不走！你不走，本仙送你走！刘婆婆说着，拐杖的力度越来越重，紧接着一道黄符凭空出现，紧紧地贴在了那刘家老五头上。爷爷走上前来，看了看刘家老五的尸体，小心翼翼地问道：大妹子，这黄皮子离开了吗？刘婆婆深吸了一口气说道：被我送走了。张老哥，你让刘家的人进来吧。附身在尸体身上的黄皮子被刘婆婆一招就解决掉了。爷爷连忙走到了外面，让刘家几个兄弟进屋说话。那几个人被突然活过来的刘家老五给吓坏了，哪里敢进？爷爷好说歹说，几个人才一同进了屋子。看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刘家老五，几个兄弟才稍稍安心了一些。刘婆婆严肃地说道：这尸体不能停在家里，最好明天一早就下葬。今天晚上黄皮子肯定不会再折腾他的尸体了，不过你们兄弟几个人要小心，他们或许会去找你们的麻烦。尤其是老二，白天的时候你将那黄皮子的尸体用铁锨拍扁了，他们可能会去对付你。
刘家老二一听，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忙道：“这为什么？那黄皮子将我们家老五害死了，我还不能拿那黄皮子的尸体出气吗？”爷爷怒声道：“你知道黄皮子邪性，还敢动他的尸体？要不是你，老五的尸体能被黄皮子上身吗？”这般一说，刘家老二便低着头不说话了。刘婆婆淡淡的说道：“黄皮子怎么想的，寻常人哪里知道？但你们应该清楚，黄皮子最记仇，你们要是得罪了他们，非折腾的你们家破人亡不可。这2天我就待在张老哥家里，你们有什么事情，直接去找我就行。不过钱肯定是要收的，你们兄弟几个凑一下吧。”那几个兄弟无奈，只好凑了100块钱给了刘婆婆。出马仙有个规矩，就是不能白给人看事儿。张家的钱他可以不收，但是别人家的钱必须要拿，这是规矩。处理完了刘家老五的事情，刘婆婆就跟着爷爷回家了。临走之前，刘婆婆叮嘱刘家老二最好在家里放几只土狗，在屋子里养几只大白鹅。刘家老二也答应了下来。刘婆婆总觉得还有事儿发生，所以打算在我家住几天，等我过了这个节再说。没曾想半夜的时候又出事儿了，差不多凌晨12点左右，村子里响起了一声惨叫，半个村子里的人都听到了。这一声惨叫将熟睡中一家人都给吵醒了。过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家的院门传来了一阵儿急促的敲门声。爷爷起身开门，发现是刘家老二的媳妇，浑身哆嗦着出现在了家门口，带着哭腔说道：“叔，您快叫上刘婆婆去我家瞧瞧吧，老二他疯了，肯定被黄皮子给缠上了。”爷爷听闻，连忙去叫刘婆婆。刘婆婆已经听到动静醒了过来，真是没想到刘家老二还是被黄皮子缠上了。爷爷很是气愤，刘家已经死了一个，难不成因为打了自己孙子一巴掌，就要刘家2条人命吧？这也太过分了。于是2人便跟着刘家老二媳妇去了他家。走到了刘家老二家里一瞧，2人都吓了一跳。但见刘家老二的家里乱糟糟的一片，墙上院子里到处都是喷溅的鸡血。眼前这个男人对着黄皮子尸体一顿狂打，结果晚上就疯掉了。走到了刘家老二家里一瞧，2人都吓了一跳。但见刘家老二的家里乱糟糟的一片，墙上院子里到处都是喷溅的鸡血，还有几只没有死透的鸡在地上扑腾。而刘家老二就光着上半身站在院子里，2只手紧紧地抓着一只老母鸡，正在龇牙咧嘴大口大口地喝着鸡血。在刘家老二的身边还躺着一只黄皮子，脑袋都瘪了下去，显然已经死了多时。看到爷爷和刘婆婆进了院子，刘家老二根本不怕，还眯着眼睛满是怨毒地盯着他们，脸上都是鸡血，看上去十分狰狞恐怖。这时候，那刘家老二突然丢掉了手中啃了一半的老母鸡，喉咙里发出了一阵儿古怪的声响，四肢趴在地上，迈着诡异的步子，朝着爷爷和刘婆婆这边走了过来。爷爷晃动了一下手中的大刀，怒声呵斥道：“刘家老二，你再往前一步，老子砍了你！”不知道是不是爷爷那把手中的刀的缘故，将那刘家老二给震慑住了。他趴在地上，只是不断的发出怪叫，不敢再上前来。刘家老二的媳妇就站在后面，吓得不停的哭。爷爷问道：“老二媳妇，这是怎么回事？”老二媳妇颤声道：“半夜的时候，我们在屋里睡觉，就听到院子里养的鸡不停的扑腾大叫，老二就起来到院子里查看，然后就看到鸡圈里的鸡都被咬死了。一只大个儿的黄皮子就站在院子里，直勾勾的看着老二。老二一看家里的鸡都被咬死了，拿起了锄头上去就将那黄皮子给砸死了。再然后老二突然就疯了，大喊大叫，我就跑去喊你们过来了。”刘婆婆道：“这黄皮子要跟刘家老二换命，等折腾够了，这老二就没命了。”爷爷一听，这火气就上来了，将手中的大刀往地上一插，径直朝着刘家老二就走了过去。那刘家老二也不跑，直勾勾的看着爷爷，诡异的笑着。爷爷一把揪住了刘家老二的头发，直接抽了几个大嘴巴子，一边打一边怒声道：“黄皮子，你再折腾人，我老张头就跟你们拼了！他们不就是打了我孙子一巴掌，至于这样要人命吗？”这几个大耳瓜子打的十分清脆，刘家老二的脸很快就浮肿起来。刘家老二虽然被打得很惨，却依旧诡异的笑着。这时候就听到刘家老二发出了一声怪叫，十分尖利，根本不是人能发出来的动静。紧接着刘家老二眼睛猛地上翻，直挺挺的往后倒去，双腿乱蹬，从鼻孔之中开始有鲜血流淌出来。爷爷一个人根本控制不住他。此时刘家老二的样子就像是被人死死掐住了脖子，除了鼻子里流血，口中也有白沫吐了出来，看着随时都会死去。
这个男人被打了一巴掌之后，竟然倒地喷血。爷爷见此场景，吓得不敢出声。大妹子，快过来瞧瞧，这是咋回事儿？刘婆婆走过去一瞧，突然从身上摸出了几根银针出来，找准了刘家老二身上的几个穴位，猛扎了下去。这几根银针一下去，刘家老二顿时停止了抽搐，不流鼻血，也不口吐白沫了，呼吸紧跟着也平稳了下来。爷爷以为刘婆婆将那附身在刘家老二身上的黄皮子赶走了，可是一看刘婆婆的脸色依旧十分凝重，但见刘婆婆的手突然放在了刘家老二的小腹上，轻轻摁了几下，爷爷惊恐地发现刘家老二的肚皮上鼓起了一个肉疙瘩，像是婴儿拳头一般大小。这肉疙瘩十分古怪，像是活了一样，就在刘家老二的肚皮上到处游走，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刘婆婆手中拿着一根银针，一双眼睛死死盯着那个肉疙瘩，一直在捕捉那肉疙瘩游走的轨迹，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扎中那肉疙瘩。爷爷看着惊奇，便问道：大妹子，这是啥玩意儿？刘婆婆道：这是黄皮子的怨念所化的戾气，不将这戾气给放出来，刘家老二必死无疑。刘婆婆说着，脑门上都出了汗，又试了几次，还是没有扎中。最后刘婆婆看了一眼爷爷，焦急地说道：张老哥，赶紧去打一盆井水过来，一定是要从井里刚取出来的冷水。爷爷连声应着，直接跑到了井边，打了一桶水过来。井水都是地下水，就算是炎热的夏季，打上来的井水都是冰寒刺骨，和冰块一样。爷爷提着井水过来，走到了刘婆婆的身边，忙道：大妹子，下一步怎么办？全都浇在她身上。爷爷也不客气，直接将一桶井水全都泼在了刘家老二的身上。这么冰冷的井水一下泼在身上，死人都得蹦起来。但是这刘家老二仅只是身子微微一颤，紧接着就一动不动了。就在这冷水浇在刘家老二身上的一瞬间，刘家老二肚皮上四处游走的肉疙瘩突然停顿了一瞬间，就是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刘婆婆手如闪电，将那根银针直接扎在了那肉疙瘩上面。刘婆婆的手法很稳，扎中那肉疙瘩之后，刘婆婆的手中的银针猛地往上一挑，那肉疙瘩就破裂了，顿时有一股子黑水喷溅而出，恶臭难闻。爷爷一时间被熏得头晕脑胀，这味道儿就像是一颗臭鸡蛋直接砸在了脸上，别提多难闻了。但是刘婆婆好像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依旧蹲在那刘家老二的身边。随着不断有黑水从那肉疙瘩里面流淌出来，肉疙瘩最终消失不见，刘家老二终于恢复了呼吸，脸色也渐渐变得正常起来。刘婆婆长出了一口气，坐在了刘家老二的身边。这边刘婆婆刚刚缓上来一口气，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尸体肚子上长了个肉疙瘩，不断喷出诡异的黑血。这边刘婆婆刚刚缓上来一口气，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但见躺在地上的刘家老二突然身子直挺挺的从地上坐了起来，两只眼睛不停的上翻，一会儿的功夫，一双眼睛全都变成了白色，布满了红色的血丝，就像是得了白内障一样。看到他这般模样，刘婆婆顿时也慌了，她的目光不停的朝着四处看着，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而这会儿功夫，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刘家老二手脚并用，脊背拱起，舌头伸出来老长，在地上迅速爬了一圈，动作十分熟练。此时的刘家老二就是一个大号的人形黄鼠狼，喉咙里不断发出怪叫，脸色再次变得狰狞起来。爷爷一看这情况，吓了一跳，直接跑到了不远处的地方，将自己的那把大刀从地上拔了出来。爷爷惶恐地说道：大妹子，这老二又怎么了？刘婆婆举起手中拐杖说道：这院子里并不是只有一只黄皮子，还有一只道行更高的，你赶紧到处找找，找到那只黄皮子，直接打死，张老二就能活命。爷爷听闻愣了一下，非得打死吗？这黄皮子也是为了三炮。刘婆婆看出了爷爷的不安，便说道：活捉也行，活着将他赶跑，都随你。爷爷这才提着刀在院子里四处寻找起来，可是院子里都转了2圈，愣是没有看到那黄皮子的踪影，而变成了黄鼠狼一样的刘家老二已经朝着刘婆婆那边扑了过去，两人打成了一团。被黄鼠狼控制的刘家老二力大无穷，好像没有痛觉一样。刘婆婆手中的拐杖不停地朝着他身上招呼，他也不躲，只是不停地进攻。爷爷看到这个样子，心里十分着急，院子里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这可咋办？看样子就算是刘婆婆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这时候爷爷突然想到，既然院子里没有，会不会在屋里？想到这里，爷爷提着大刀直接走到了刘家老二的房间里。这黄皮子已经害了刘家老五，如果这刘家老二再出了事情，那可就麻烦大了。